常情，好血性。杜之若没有进宫，直接去了鼓楼大街。那小内侍是如此说的。作为使团带队人，居然不进宫，而是直接出现在鼓楼大街。出现也就罢了，还高调的羞辱荣恒。今儿这事儿，也就是朝阳街的大爷大妈不按常理出牌，把他给揍了。若是大爷大妈不是爱国的，是胆小怕事的，那结果是什么？他如此煽动群众，又毫不遮掩暴露自己的身份，对荣恒又是极度不善，并且深知荣恒的身份，还故意如此。如果不是大爷大妈动手，当时你们会如何？羞辱我家殿下，奴才一定不饶他。你会拦住他吗？不会，这是大夏朝的颜面问题。我不是臣子，我是皇子，有些屈辱忍得，有些屈辱忍不得。所以如果不是大爷大妈出手，今儿就是荣恒亲自上手。荣恒亲自上手，杜之若会如何？想象一下，明日杜之若猪头一样的神仙风姿，苏青忽然有些期待。这一项苏青与荣恒闲话激战，直奔大佛寺后山。等尖子兵大赛结束之后，我们的胎教就必须提上日程了。耽误了这么多天，我都给孩子补上，绝不能让孩子落后别人。你说的那些娱乐课和谈心课，咱们暂且搁置，先学文化知识。好，都依你。这次你倒不反对了，不提劳逸结合了。你是孩子的父亲嘛，你总不会害了孩子。你读书比我多，我听你的。反正尖子兵大赛之后，我就要上战场，到时候你都见不到我，更别说胎教了。且让你先高兴一会儿吧。上了战场，我儿子的胎教那就只有兵刃相见和战火燎原了。没准我儿子还能出生在战场，这才是我苏青的孩子。幸福地揽着苏青的肩头，把苏青的头靠在自己的肩上。我们孩子的名字大名都是父皇亲赐，小名你来取好不好？已经取好了，就叫铁驼。叫什么？他跟着我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还结实的像铁一样，一点不动胎气，可不就叫铁驼？多写实的名字。要是你女儿呢？女儿怎么了？难道女儿就不配拥有这样的名字？有点上不来气儿。我们的孩子大名一定是父皇亲赐，小名就我来取好了。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什么都没有听到。那一段剪掉，不要。行，依你。不过你可别取得太难听了。有什么会比铁驼更难听啊？这对璧人商量着孩子的名字，他们背后不远处，福星斜靠在树干上，暴毙看头顶的密叶缝隙里透过的星光。长青立在他对面，痴迷地看着福星。一侧丫丫无语地翻了一个鸡眼，拍拍翅膀踱步去一侧的暗影中，才走没两步，哎呀！一声惨叫从丫丫所去的暗影里突然爆发出来，巨大的响声划破大佛寺后山的静谧，惹得树上的老鸭拍着翅膀。荣恒皱着眉心，立在苏青的身后。怎么这个声音听着有点耳熟？暴毙靠树正在发呆的福星，在这突然的一声惨叫下，吓得一个机灵，窜到长青的背后，一把抓住长青衣袖，瑟瑟发抖。滚！没事，有我呢。什么人？鬼鬼祟祟的，滚出来！丫丫摇摇摆摆的一阵疾走，昂首挺胸的出来了。他背后跟着一个人，月色下脸上带着鸡爪印儿。荣恒匪夷所思的上前两步。师傅，纳尼？您这是怎么搞的？贫道镇阳子是恒儿的师傅，在下苏青，是九殿下的王妃。不知王妃的手帕可否借贫道一用啊？实在抱歉，带兵打仗习惯了，不常带手帕，还不赶紧把你的手帕给你师傅堵鼻血？您就不能直接说我要啊？非得让我也跟您一样丢人现眼？自己媳妇儿面前丢什么人现什么眼啊？你什么人？你媳妇儿不知道啊？这么久不见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嘛，孩子都弄出来了。师傅，抬手在荣恒的后脑勺啪的一拍。你媳妇儿都不脸红，你脸红什么呀？师傅，您叫我来这里见面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啊？镇阳子朝苏青的肚子瞥了一眼，然后朝荣恒道：听说你怀孕了，我来看看我未来的徒孙。你才怀孕了呢？这是什么神仙老头，真是可爱呀！酒，福星就跟变戏法似的，从一旁的黑暗处提出一坛酒来。苏青拍了拍坛子，朝镇阳子道：
上好的女儿红，知道师傅一路前来有些累乏了，师傅坐下喝酒，这边我烤了野味。臭小子，还不如你媳妇儿心疼我，从来没见你给我烤过野味，准备过好酒。那是因为你图媳妇知道你一喝醉了就要口出狂言，他要套你的话。哎呀，图媳妇儿，坐。俩人围着烤鸡火堆坐下。师傅，我怀孕了，不敢喝酒，就以水相待，先干为敬。图媳妇儿不愧是军中之人啊，就是痛快，贫道也干了。一碗女儿红下肚，镇阳子越发的眉开眼笑。烤鸡腿外焦里嫩，福星还撒了一些辣椒粉在上面，镇阳子吃的笑眼眯眯。臭小子，你杵在那儿干嘛呀？还不来给师傅斟酒？真是不知道您老人家是来干嘛，一点重要的事儿都没有，上来直接丢人现眼，完事儿就开始吃吃喝喝，给他碗里蓄满了酒。土媳妇儿，这臭小子平时没少给你添麻烦吧？还好，这臭小子呀，臭毛病多啊！有什么事儿你多担待点，实在他闹得慌啊，没什么不是打一顿解决不了的。要是打一顿不好使啊，你就打2顿啊，也就没事儿了。这老头我喜欢。曹荣恒看过去，听见没？不听话就揍你啊！师傅，您老人家大老远的来找我，又是大半夜的约去荒山野岭的，到底什么事儿啊？都和你说了，来看看我少尉出世的徒孙。怎么还问呢？这小年纪就健忘了。你爹怎么教你的？荣恒健忘和皇上教导有什么关系？而且他爹是皇上，你这么说真的好吗？贫道会些医术啊。可否给你把个脉呀？苏青大方的将手腕递过去，镇阳子伸出2根手指搭上去。师傅，我这脉象如何？另一只手摸着苏青的脉象，镇阳子面色微重。师傅，有什么事？镇阳子横了荣恒一眼，抬手在他后脑勺啪的一拍。臭小子，胡说什么？能有什么事啊？苏青有理由怀疑荣恒那么傻是被他师傅拍的。胡媳妇这胎呀，怀得很稳，没事儿。挺精神一老头，须臾就醉得一塌糊涂了。你师傅这应该是到达境界了吧？师傅，你知不知道江心月？知道啊，谁不知道啊？德月门前江心月，不论月圆论月缺啊，苏恒那家伙一辈子就惦记这么一个女人。苏恒，苏青的祖父。江心月是南梁人吧？你呀，和她长得不像。江心月是个美人。你这意思我不美？世上最美的人就是你。毒死？不，江心月不是被毒死的，她是被她自己折磨死的。我见过她的遗体是被毒死的，是南梁人毒死她的吧？她是南梁的公主是吗？她不是南梁的公主啊，不对，她也算是南梁的公主。毕竟啊，她父王是南梁的皇子，还被南梁皇帝立为了太子。她祖母是南梁某一代太子的女儿，那个太子想必是挂了。当年湘北那场大火不是意外失火，是南梁人发现了他的踪迹，所以纵火烧死了他，是吗？你知道的太多了。我祖父知道江心月的身份吗？那个蠢货明知道是火还要玩火，最后如何啊？还不是自己伤心了一辈子，愧疚了一辈子。这意思就是知道了。祖父知道江心月是南梁废太子的女儿，还执意要娶她，结果江心月死了，他身边留了他不爱但是爱他的老夫人。伤心是对江心月，愧疚呢也是对江心月，还是对老夫人？师傅，江心月是南梁公主这件事，除了我祖父还有谁知道？我苏恒以为能瞒住我，其实啊，我什么都知道，只是不想揭穿他罢了。我真是有仁有义，有才有颜，有智商有魄力，千古第一人呐！苏青正要再问，镇阳子咕咚一下仰面躺下。
方才我师傅发出的那声惨叫是被丫丫揍的？也许是别的鸡，丫丫绝不会无缘无故揍任何人的。怎么办？送到山下大佛寺吧，只能借住一宿了。也只能这样了。明儿我要见西秦的使臣，要回去准备一下，就不陪你送他了。你千万要把你师傅留住，等我忙完军务再回来找他喝酒。荣恒点头。好，你路上慢点。两人来了个吻别，苏青带着福星离开。是丫丫做的吧？肯定是。按照丫丫的惯例，他出手揍的人应该都是十恶不赦，的确该揍的人。他为什么揍我师傅？奴才也不知道啊，许是误伤。我师傅什么武功？丫丫误伤能把他伤成那样，鼻血流这么多，鸡爪的印儿那么深，而且我师傅刚刚好像都没有一点怒意。现在脸上多了个鸡爪子印儿，他一点也不恼，这也太奇怪了。还有，刚刚是丫丫抬头挺胸，雄赳赳气昂昂的先走出来，再是镇阳子一副猥琐的样子走出来的，太奇怪了。暴毙摸着下颚，荣恒百思不得其解。我感觉就是丫揍了我师傅，但是师傅不敢声张。殿下，奴才觉得您在讲鬼故事。殿下，咱们还是先把道长送到山下大佛寺，山风寒凉，别吹病了。也只能如此了，等明儿他醒来再问吧。安顿好镇阳子，荣恒与长青各自回房歇息。刚刚还醉得一塌糊涂，鼾声如雷的镇阳子蓦地睁眼，眼珠环视一圈四下，从怀里摸出一方镜子。娘的，下手真重啊！还好我长得足够帅，这张脸撑得住这个爪子印儿啊，要不然怎么出去见人哦？哎，当年是我对不起你，你也不至于这么毁我的容吧？真是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成了只鸡呀！镇阳子翻了个身，面朝里躺着，满脑子都是方才和苏青见面的场景。不愧是你的女儿，很聪慧，身上也有你当年杀伐决断的气魄，有她在恒儿身边，我是放心的。你也放心吧，她的身孕啊，怀得很稳，她体内有蛊虫，形成了天然屏障，这腹中胎儿被保护得好好的，不会有事的。镇阳子一番自言自语，正嘀咕，忽然听到一声异样的声音，蓦地回头，就见禅房的地上立着一只鸡。眼见镇阳子回头，丫丫翅膀一抖，直接扑上床榻。镇阳子吓得一个激灵爬起来。哎呀，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你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说着，镇阳子盯了丫丫一瞬，又道：鸡吓人也会吓死人的。大半夜的，卧房里立着一只鸡，就这么默默地注视着你，并且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注视你，简直惊恐至极。丫丫朝镇阳子翻了个白眼，立在镇阳子面前，一双鸡眼盯着他，咕咕叫了两声。镇阳子，人机对话，娘的，活了这么大年纪，真是活久见了。场面惊恐，这大半夜的，你又回来做什么呀？丫丫对着镇阳子扬了扬鸡嘴，就在镇阳子盯着丫丫看的一瞬，丫丫忽然翅膀一抖，朝镇阳子的脸就扑了上去，鸡爪子一拍，不及镇阳子反应过来，在镇阳子另一边脸上啪的拍了一巴，镇阳子直接被丫丫这一巴掌拍懵了，脸一沉，怒道：你还有完没完啊？一巴掌不够，你还要专门回来再补一巴掌吗？丫丫用他3/4的鸡眼眼白，藐视了镇阳子一眼，鸡爪子刨了刨床榻，翅膀处落下了一叠小小的纸方块。镇阳子黑着脸看着丫丫，那是什么？丫丫鸡爪子在纸上拍了一下，转而翻身跳下床榻，耀武扬威一阵疾走，从门缝离开了。镇阳子，娘的，真是大半夜见鬼了！一只鸡来把他揍了一顿，他还不能揍这只鸡，真是气得大喘一口气儿。镇阳子盯着丫丫离开的门缝，狠狠瞪了一眼，没好气的低头捡起床榻上的纸方块展开。我大夏朝的江山，也是你等鼠辈可以觊觎的，不自量力。捏着信纸转身离开。一日一早，荣恒准时开始运吐上。荣恒痛苦的蹙眉捂胸，殿下，昨儿晚上没顾上，一会儿您让师傅给您瞧瞧，看他有没有什么止吐的良方。您这要吐10个月呀，真不是个事儿。您吐的行，奴才我伺候不行啊。你去看看师傅醒了没？才抬脚，禅房的大门被人叩响。
长青回头看荣恒，荣恒有气无力的点点头。进来吧。禅房木门咯吱一声推开，代理方丈满面慈悲为怀的进来，朝着荣恒双手一行礼。殿下夜里可是歇息好了？有劳大师惦记，休息得很好，很好。殿下歇息得好，贫僧就放心了。还劳殿下挪步去昨日夜里那位道长歇息的屋里一趟。荣恒蹙眉，心头升起一股不安，朝代理方丈道：可是出什么事儿了？代理方丈笑眯眯道：没什么事，一点小事，不过还是劳烦殿下挪步吧。长青看着荣恒，殿下，要不奴才去吧？扶起来。只是这才刚刚天亮，他师傅又闹出什么乱子了？难道是昨儿夜里睡觉翻身，把自己个儿掉在地上摔出个好歹？不应该啊，他功夫那么高，不过也不是不可能，毕竟昨天他还被丫丫给揍了一顿，不也没招架住吗？带着狐疑，我师傅被歹人袭击了。师傅你怎么样？师傅你在哪儿？代理方丈满目慈悲地看着荣恒。殿下，这桌子断腿翻倒，应该是被这一场拍的。这屋子里除了地上的狼藉，并无其他打斗痕迹。贫僧猜测，这一掌应该是尊师自己拍的。荣恒抽着眼角，看着面前的手掌印，实在对不起。殿下不必客气，贫僧请殿下来，一则是想告诉殿下，您带来的那位道长好像不告而别了。贫僧给那位道长准备的这间客房，这桌子是用金丝楠木做成的，茶盏是前朝柳大师的关门之作。长青额头开始冒冷汗，脑子里噼里啪啦的算盘打起。金丝楠木桌子，柳大师的关门之作，这得几万两银子。当初迎娶王妃，王妃与殿下要3万两银子，殿下都是进宫找陛下凑的。至于这根断成3段的烛台，是今年青楼的最新限定款。当时大佛寺买的时候用了8000两银子。大佛寺这么有钱，一个烛台就8000两，王府的烛台也没有那么贵啊。殿下，咱们赔不起，要不然找机会跑吧。这个客房的物件怎么都是用这么罕见昂贵的？本王觉得你在给我挖坑坑我，但是有没有证据？不瞒殿下，这间客房是寺院里专门给贵客住的。您身份高贵，贫僧昨日里见您对那位道长又非常尊敬，便给他安排了这间。荣恒狐疑地看着代理方丈，他记得昨日夜里引路的小沙弥也没有特意安排呀，怎么就成了贵宾房了？这些合计大约要多少银子？这金丝楠木的桌子殿下用银子赔偿了，寺院还能再买。可这杯盏却是世间独此一份，买不到了。至于这个烛台呢，虽是金楼出品，但是也能再做出一模一样的。可是这金楼限定款，绝对不多做一份，规矩在那儿，也不好破的。您这意思是不要银子？这听闻九殿下绘的一手好山河图这眼看大佛寺建寺100周年，这个贫僧有个不情之请，想请殿下呢为大佛寺绘一幅全貌图。果然是在坑我。本王的身体大事你也知道，白日里不方便殿下放心，正好贫僧所求也是大佛寺的夜景图，这就有劳殿下辛苦了。阿弥陀佛。荣恒，他可以拒绝吗？若是殿下心里过意不去，执意要赔偿呢，这些粗粗算一下大约要12万5千两银子。你怎么不去抢？出家人不可破戒，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他们就是在抢您的。12万5千两，这的确是个大数目了。可柳大师的关门之作，那本身就是个无价之宝，人家要多少都说得过去。要怪不能怪大佛寺狮子大开口，只能怪他师傅，真是无语。这件事本王还需要回去和王妃商量一下，今日天黑之前给您答复，可好？可以，那贫僧就静候殿下佳音了。一路下山，殿下还是您机智，关键时候知道搬出王妃来。刚刚您提起王妃的时候，奴才眼睁睁看着那老和尚脸色变了变。变了吗？变了，奴才不会看错的。咱王妃是谁？老和尚敢坑您，他就该做好被王妃收拾的准备。不过奴才知道，您刚刚提王妃不是故意吓唬他，您是真的要和王妃商量。毕竟这么大数目的银子呢。你去一趟平阳君，告诉九王妃，就说他安排的事儿已经成了。方丈您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而此时御书房里气氛一片诡异，西前4个使臣一溜坐在椅子上，面色尴尬至极。皇上歉然地看着4个使臣道：昨日
真是让贵国的杜尚书受惊了。朕也没有想到大夏朝的百姓疯狂起来是这么厉害，朕都有点害怕呀。若是昨日杜尚书与几位大人一起进宫，那一场劫难就避开了。可见这都是天注定的呀。今日杜尚书要一起去军营吗？启禀陛下，杜大人不去。杜大人听说武殿下受了伤，打算去探望。西秦使团，有点意思。陛下，定国公求见。他怎么来了？不是说伤势很重吗？快让他进来。几个西秦使臣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快扶着他点儿，让他赶紧坐下。什么事啊？你让人传一句话就是了，怎么亲自来了？陛下，臣昨日夜里得知西秦使臣入京，听说杜尚书在京都出了点事儿，臣想着几位皇子都不太方便，臣就去看望了杜尚书。你这么重的伤，只要臣还有一口气，就不放下朝事啊！杜尚书在西秦地位显赫，在京都出了那种事儿，臣不能无动于衷啊！哎呀，真是难为你了。臣听杜尚书说，今儿他们要去平阳军营观摩学习。臣琢磨，六部尚书既忙着黑虎岭尖子兵大赛事宜，还忙着湘北灾后重建，未必有空。可使臣又不能无人陪着，臣便无招自来，还请陛下息怒。你呀，朕说你什么好啊？就你这么折腾，这伤口何时才能好啊？刑部那边可是查明是何人作案了吗？还没有结果。眨眼就到了启程前往军营的时间。你和朕一起做吧。定国公简直惊呆了。那个教撵不如朕的稳，你这伤口可别又再崩开了，朕都替你心烦。国公爷，请吧。一路直抵平阳军军营。朕记得以前你身边跟着的是一个塌鼻梁的小眼睛的随从啊，怎么换了？病了，臣受伤，他一直在跟前不分昼夜的伺候着，累垮了。那还真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呀。那这种随从你可要厚待呀。福公公默默翻了个白眼，现在那个随从还被关在御书房的密室里呢。你说杜之若这是打什么主意啊？作为率队的居然入京不入宫。陛下，臣觉得西秦此次来访怕是目的不单纯呐。怎么说？若是目的单纯，像杜之若那种青年有为的人，怎么会做出当街挑衅九殿下的事儿啊？是啊，朕也没有想到西秦的精神领袖居然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更没有想到我大夏朝的百姓如此团结呀！朕可真是千古明君呐，要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明事理的百姓啊？陛下，杜之若入京不入朝，已经是犯了大不敬，他怎么……朕若是动怒，怕就中了杜之若的计了。更何况朕实在是怒不起来，朕只想笑。陛下就一点不生气？如果使臣不来拜见朕的后果，就是被朕的子民围殴暴揍。那朕倒是希望那4个也别拜见朕。你觉得杜之若这次来是什么目的？这个臣猜不透。杜之若在西秦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能做到这个位置，可见能力。臣只知道昨夜在鼓楼大街那一场应该不是偶然。不是偶然，是杜之若自己设的局，不知道他什么目的。总而言之呢，是没实现。不仅没实现，还把自个儿搭进去了。他怕是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我大夏朝的百姓会如此偏袒九殿下。皇上就盯着定国公，任何想要分裂我大夏朝国土的，都不得好下场。陛下英明。这厢君臣说着话，那厢被暴揍一顿的杜之若坐进了一顶小轿，去了五皇子府邸。哎呦，全京都百姓都去围殴一个人，这种场面简直是千年等一回啊！杜之若这是上辈子积了什么德，这辈子居然能达到这种被围殴的境界。最关键的是，围殴他的那帮百姓最初是在声讨荣恒，逼着荣恒当众证明自己是个男人。哎呀，自个儿当时怎么就没在现场呢？要是在，一定送荣恒一个口哨。九妹，杜之若怕是穷尽自己毕生智慧也想不到，他明明是站在那帮百姓的一边，帮着他们一起声讨荣恒的，怎么眨眼自己就成了围殴对象了？脑补一下杜之若当时的心理活动和一脸懵逼的表情。五皇子笑得上不来气儿，随从立在一侧，皱着眼角看着自家殿下，提醒道：殿下再笑，屁股的伤该崩开了。
五皇子确实屁股疼。好了好了，不笑了，不能为了嘲笑别人就损害自己啊，这样不对。我让你打听宋熙做郡主的事啊，打听出来没有？奴才可认真的打听了，御书房那边、六部尚书那边一点消息没有，都说皇上是突然兴起，要封宋姑娘做郡主，一点打听不到。一点打听不到。那知不知道父皇什么时候封？说是尖子兵大赛开始之后就行册封礼。不行，我得去见父皇，这种大事啊，他怎么能自己个做决定？殿下，您就踏实养伤吧，陛下现在不在宫里。父皇去哪儿了？今儿一早陪着西秦使团去了平阳军军营。五皇子皱眉，两人正说着话，外面的管家进来回禀：殿下，西秦尚书杜大人求见。谁？杜尚书杜之若。别再说我笑的魔性了，他笑得更魔性。五皇子笑得差点断了气，一盏茶之后终于稳定下来。本王不方便去见他，他要是愿意啊，就让他直接进来吧。不过须本王不太方便，让杜尚书见笑了。杜尚书请坐。下官和殿下也算是同病相怜之人，今日我朝使臣与贵朝陛下同去军营，下官无趣，便来探望殿下，没有打扰殿下清养吧？谁跟你是同病相怜了？我是被我爹揍的，你是被我朝百姓揍的，能一样吗？心里翻了个白眼。杜尚书哪里的话，杜尚书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来看本王，实在是本王三生有幸。今儿杜尚书若是不忙，不如留下用饭。那下官恭敬不如从命，殿下肯赏下官一顿饭，下官不是忘恩负义之人，礼尚往来，下官送殿下一份厚礼。说着，杜之若将信函放在桌上，食指抵住信函，轻轻向前一推。杜尚书这是何意啊？一份厚礼，殿下看了就明白了。这信函怕是有40-50年了吧？吴殿下好眼力，不瞒殿下，这信函的确有40多年了。杜大人可否告知，这信函有关什么？殿下亲自看了不就知道了？不瞒杜大人，本王生性胆小，有些东西啊太过惊悚了，本王承受不住，会做噩梦的。一封足以将殿下捧上皇位的信函。本王拿杜尚书当朋友，杜尚书拿本王当傻子吗？我大夏朝的皇位更迭继承，还轮不到外人来指手画脚定乾坤。五皇子将那信函甩了出去。是下官冒失了，殿下勿要动怒，下官知错，下官只是想着下官一直仰慕殿下的人品性情，想要和殿下结为朋友，可殿下身份尊贵，下官唯恐唐突了殿下。在西秦下官斟酌良久，才选定这个作为送给殿下的见面礼。殿下既是不喜，下官收回就是。杜尚书有什么话，不妨开门见山直言。武殿下果然好性情啊，下官最是欣赏殿下这种率真。既是如此，下官也就不瞒殿下，此次西秦来使大夏朝只有一个目的。五皇子一言不发，等他下文。据下官所知，这眼下大夏朝的皇子里能有机会继承皇位的，也唯有殿下您与九殿下。九殿下原本也是极好的，只是他娶了不该娶的人。苏青吗？我大夏朝能征善战的将军，凭什么被你说成不该娶的人？你还是不该出生的人呢。下官给殿下的这封信就解释了贵朝的九王妃为何是九殿下不该娶的人。殿下现在要看吗？五皇子朝信函瞥了一眼。杜大人不妨继续。外国的没有一个好人，他们的目的都很单纯，要么是瓜分我国领土，要么就是瓜分我们的银钱，总而言之都是坏人。可是真的很好奇，苏青到底为什么是不能娶的人？既然九殿下娶了不该娶的人，那西秦就愿意鼎力相助，让五殿下登基，成为大夏朝未来的新主。我大夏朝的皇位更替啊，的确轮不到贵朝来鼎力相助。殿下不要急着下结论嘛，下官也是好心，毕竟一旦皇位落到九殿下手中，只怕大夏朝就不再是大夏朝，而是南梁的附属国了。你放肆！下官不敢，殿下面前下官不敢胡言乱语，下官所言句句属实。实不相瞒，西秦之所以插手贵族皇位更迭，也是为了西秦自己打算。南梁国强兵强，一旦大夏朝成为其附属国，那这天下大事就不再是眼下这种局面。
这些年，西秦与大夏朝从无任何纷争，西秦人民热爱和平，也不想有战争。正是因为如此，西秦才不得不出手干预贵朝皇位的继承，还望武殿下能体谅我朝的苦心。九殿下若是继位，不光大夏朝从此改名换姓，就是我西秦也备受威胁呀。五皇子的心头越发好奇，杜之若手里那封信到底写的是什么？为了荣恒继承皇位，大夏朝就成了南梁的附属国，苏青和南梁到底什么关系？迎面走来的是平阳军火炮战车队。紫荆将军，这火炮战车要如何演示？为了能让各位清晰地感受到火炮的威力，最好还是发射。但是今日的场地有限，就不发射火炮了。为了表达大夏朝的诚意，我可以送一发炮弹给各位。听这话怎么感觉那么别扭？就好像人家过寿，你送个棺材做贺礼。不能观看火炮发射，真是遗憾呢。平阳军果然名不虚传，今日一见，真是大开眼界呀！是吧？大夏朝与西秦多年友好往来，从未有过任何纷争。如今大夏朝军事强大，西秦实在亲羡，不知陛下可否恩准许西秦将士来大夏朝学习一二？陛下放心，不会来很多。此次臣等来时带了10几个护卫，陛下若是同意，让他们跟着平阳军学习学习，也让我西秦的将士开开眼界，知道什么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呢。皇上眉心微动，似有若无地朝苏青看去。苏青摸着鼻尖做了个不落痕迹的点头动作。皇上错地看向苏青，答应他呀，答应他。大夏和西秦和睦多年，是两朝百姓的福气。大夏愿为这份和睦贡献一份力气。不知你们的护卫要来学习多久啊？这么快就答应了？大夏朝的皇上怕不是个傻子吧？眼下尖子兵大赛即将开赛，陛下若是应允，不如让他们学习到大赛结束。好，那就学习到大赛结束。今天就留下学习。多谢陛下恩典。陛下是在军营用膳还是回宫？你们军务繁忙，朕就不影响你们了。朕回宫，你们若是想要继续留在军营里观摩学习，请随意一些，有紫荆将军陪着。什么话尽管对他提。臣等也要回去将今日之事回禀给杜尚书，就不耽误紫荆将军的军务了。主子，怎么办他们？基本军训。好嘞，想到这就去安排。不知道王妃想要怎样一个画本子？能全面展现杜之若的光辉形象就行。光辉形象这几个字值得玩味啊！王妃，这画本子的阅览人群是哪些呢？西秦子民。王妃放心，草民党一定用心写好。不知王妃何时要用？半个月的时间可够。若是我们几个聚在一起，共同商业，共同执笔，书写并绘画一起进行，应该可以。好，有劳几位了。今日这份任务算得上是军事机密，并且是最高等的机密，劳烦几位务必保密。陛下给你们写了亲笔的圣旨，且先看一下。说着，苏青将一份明黄色的圣旨拿起递出，一眼看到圣旨，几位大爷激动得差点落泪。给我们吾皇万岁！几个大爷发自肺腑颤抖地喊道：陛下惜才，更加看重这些竭力为国效力的人才，只要各位用心的写，且能做到绝对保密，除了陛下的恩赏之外，我也有一份小礼要送给各位。情绪使然，礼物一事待到事后必定亲自登门送上。现在我们说一下你们创作期间的安排。全听王妃吩咐。从今日起，九殿下会住进大佛寺，为大佛寺绘制夜景图。你们就和家里人说，你们被招募过去做帮手，和家里解释清楚，就直接去大佛寺，那边会有人接待你们。这个拿回去给家里人，就说是九殿下给你们的酬金。切记一点，莫要泄密，也要和家里人说清楚。九殿下绘制期间不许任何人打扰，你们的家眷莫要去大佛寺寻你们。家里有什么事，直接去九王府找王府管事，他们会处理你们的全部家务，不分大小。就是你们家的母猪生产，他也会去帮着接生的。该吩咐的事情吩咐完，苏青再次叮嘱他们不要泄密。主子，安排下去了。他们说想要看看火炮。想看就看吧。每天完成军训科目之后，不限定他们活动，他们可以随便参观，人家是来学习观摩的嘛。主子，万一他学会了咱们的火炮怎么办？放心吧，造不出来。
方才那15个人被安排下去的时候，苏青仔细观察过他们的手，都是功夫不差的武功高手，虎口茧子很重，却都不是工兵技术兵。技术兵一双手被保护得很好，手上就算有伤疤，那也是制作东西时的伤疤，不像他们双手粗糙有力。主子，小的想不明白，陛下要人创作画本子、绘画插图，怎么不同宫里的画师呢？他们不是画得更好？而且宫里的画师陪着九殿下在大佛寺创作，不是更说得通？毕竟那可是皇子呀。宫里的画师绘画技术虽高，但路子不够野。我们的书和插画是给西秦百姓看，既是给百姓看，自然由百姓来写更好。艺术源于生活，他们能更好地编排出深入百姓人心的故事，而不是深入帝王之心。宫里的人长年累月的习惯，使得他们更擅长迎合上位者，却打动不了平头百姓。主子说是就是。对了，主子，昨儿半夜咱们离开后山的时候，丫丫不是突然折返回大佛寺吗？回来的时候她带回这个来。说着，福星将一枚戒指递给苏青。苏青，昨日夜里，他和福星都下到山脚下了。丫丫忽然疯狂地从福星怀里挣扎出来，直奔大佛寺而去。要不是去追丫丫，他也想不到将荣恒留在大佛寺。没想到他夜里吩咐了代理方丈，让他想办法把人留在大佛寺。第二天，大佛寺的小沙弥就告诉他，那位道长毁坏了禅房的东西，价值10几万两银子。荣恒要么赔钱，要么留下作画。内想，皇上回御书房，陛下，方才皇后娘娘来过，娘娘让奴才传话说，宋姑娘已经看完了。皇后说的。如果皇上记得不错的话，单单那3个小国的正史野史就足12本大厚书，这才多长时间，宋熙就看完了。看看人家无父无母，多么优秀，看看他的孩子精心调养，老大老4，老5，老9，一群皇子没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唯独一个云霞还算一个贴心小棉袄，可读书天赋跟宋熙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是天子啊！朕的孩子是龙子啊，龙子怎么还没有老百姓优秀？是朕长得太帅了吗？哎呀，作为惩罚，这上天是要收回朕的孩子的聪慧吗？陛下，现如今还要御封宋姑娘为郡主吗？五皇子的话都说得那么明显了，他非宋熙不娶呀！而且为了娶宋熙，人都魔怔了。封啊？为什么不封啊？他要代表朕去谈判，那自然是朕的郡主啊。可武殿下那里，福公公真的怕一张圣旨下去，武殿下会一口气儿也提不上来。堂堂男子汉，若是为个女人寻死灭活的，他也不配做朕的儿子。哼，您就嘴硬吧您。且先封做郡主，等他完成任务回来，朕再追封他为睿亲王的义女，如此也不耽误老五。睿亲王是先帝时期的外姓王爷。陛下，这事儿只怕还要问过宋姑娘的意愿，毕竟人家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现在就去问问。不过须陛下，宋姑娘说一切听从陛下安排，奴才瞧着宋姑娘也是喜欢五皇子的。那是当然，朕的儿子是要身份有身份，是要地位有地位，要颜值有颜值，他凭什么不喜欢？这厢宋熙的身份定下，那厢大人，4位大人回来了。杜之若点了个头。杜大人，我们那15名护卫已经留在平阳军了。这郑熙倒真算是个能干的。怎么在西秦，以杜大人这样的身份，也未能与陛下同年。定国公在大夏朝并非最位高权重者，陛下却给了他这个殊荣，这个实在奇怪。许是大夏朝的皇上故意为之，为的就是挑拨我们和郑熙的关系。若是如此，那就意味着大夏朝的皇帝已经知道郑熙和我们的关系，即使知道，怎么还留着郑熙的命？以之为饵。下官觉得大夏朝的皇帝并不知道郑熙的身份，他是当真的关心郑熙。若是当真关心，郑熙已经胸口受伤，皇帝怎么会忍心让他在军营里再次受伤呢？更何况你们自己也亲眼见了，那伤势不轻啊。杜大人，总而言之，臣等几个觉得郑熙还是不能100%的信任。就算今日这一出都是大夏朝的皇帝自己演的一出戏，可大夏朝的皇帝究竟是如何知道郑熙的身份呢？是啊，杜大人，如果大夏朝的皇帝知道郑熙的身份，怎么还会由着他掌控塔塔尔的兵马？我们都觉得是郑熙背叛了西
西秦。你们应该是中了大夏朝皇帝的奸计了。杜大人，古话说得好，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是啊，大夏朝的皇帝给了郑西这么高的权力，又对他这么好，听说还准备将云霞公主嫁给他的儿子，难道他就心甘情愿舍掉已有的一切？好了，对郑西的怀疑就此打住。御书房里，怎么，是军营那边的学习不顺利吗？平阳军军营的学习很是顺利，陛下隆恩。西秦铭记，杜之若杜尚书忽然中毒，大夫开了药方，有些药臣等此次来时未随身携带，恳请陛下能恩赏一二。杜之若中毒了，皇上心头一醋。怎么就中毒了？什么毒？今日晌午，杜大人与武殿下在武殿下府邸把酒言欢，却不知武殿下府邸的酱油被人下了离炉汁。皇上闻言顿时心头一紧，难道老五又被人害了？从武殿下府邸回到别馆，杜大人饮用了丹参茶，一盏茶喝完，杜大人便昏迷不醒了。当时昏厥的突然，我们的随行大夫并未查明中毒缘故，还是武殿下府邸的管事来转告，说酱油里有离炉汁子，这才查明中毒缘故。这几味药就要劳烦贵朝御医帮忙一下了。你说是老五府里的管事去别馆告诉的你们，酱油里发现了离炉？是。这么说，给老五下的毒最终毒到了杜之若，这真是天作之合。好好的，杜之若年纪轻轻的，怎么就喝了丹参呢？这个使臣也不知道呀。这个杜大人昏迷，臣也不知道。不过你确定杜之若此时就在京都？您不是已经询问了这么多了吗？陛下，杜大人之前为进宫请安，的确是事出有因，可现在……杜之若，西秦史上迄今为止最年轻有为的尚书，他若是当真来到我大夏朝的京都，不管什么事出有因，他都绝对不会不进宫的。你们一行人出使大夏，你们进宫了，他却没进宫。现在你告诉朕他就在京都，你觉得朕会相信吗？使臣眨眨眼，张张嘴，说不出话。不要跟朕开这样的玩笑了，朕很忙的。杜大人入京不进宫，是杜大人做的不对，可陛下您不能见死不救啊！为什么不能？他能对朕不公，对大夏朝不公，那朕为什么不能见死不救？给朕个理由。哼，朕都能亲自陪你们去平阳军营，亲自陪你们去参观学习啊，亲自答应你们留下15人学习。怎么，难道杜之若的身份比朕的还要高贵啊？还是朕不配接受他的朝拜啊？陛下，杜大人是做的不对。他既然做的不对，就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都是成年人了，自己造的孽自己背，当真以为谁都是他爹吗？行了，你退下吧，除非朕亲眼看到杜之若，否则朕是不会相信杜之若就在京都的。毕竟你们西秦的尚书应该做不出这种事来。大人，请吧。出了御书房，去了五皇子府邸。杜尚书还昏迷不醒，需要这几味药来调剂汤药。我们此次前来贵朝，没有带这些药材。哎呦，实在是对不住，这几味药材都比较珍贵，整个大夏朝也就3处有。第一处在宫里的太医院，第二处在四殿下府中。当时四殿下也是中了离炉和丹参的毒，为了解毒，陛下送了一些过去。第三便是在九殿下府中，九殿下身子弱，他府中常年备着这些药。使臣满目匪夷所思，五殿下同样是尊贵的皇子，怎么府中竟是无药？寻常药材和一些珍贵的营养品，五殿下府邸是有的，只是这几味药实在罕见珍贵，我朝一直是太医院统一调度。大人救人要紧，不如去太医院或者九殿下府邸看看。他能说他刚刚灰头土脸从宫里出来了吗？杜之若当街羞辱九殿下，他还要送上门去挨打吗？四皇子被禁足，那怎么见？难道要半夜翻墙进去？内厢忙完了军务的苏青带着福星回了府邸。王妃，不好了，出大事了！苏青眼角一抽，朝长青看去，殿下没了。长青，你说出大事了吗？在你眼里，只有殿下没了才叫大事儿。凡是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叫大事儿，凡是用钱解决不了，揍一顿也不管事儿的才叫大事儿。
比如生老病死。显然九殿下不会生也不会老，至于病，昨天夜里见的时候还好好的。王妃，九殿下的师傅昨日里毁坏了大佛寺的东西，那些东西价值10几万两。原来是这件事儿啊！天哪，这么大的事儿啊！什么东西居然10几万两？他们怎么不去抢啊？苏青，你太夸张了你！皱着眼角看着福星，就是一条桌子腿，一套茶盏，一个烛台。福星立刻再次跳起来。我去，这么昂贵的东西，那是得赔。我有说是金丝楠木的桌子腿吗？我有说是柳大师的关门座吗？我有说烛台是金楼的限定款吗？我怀疑你是一个假福星。福星一拍长青的肩头，表情无比痛心疾首。大家都是文化人，做事情要讲道理，讲道德。既然损坏了人家的东西，该赔的还是要赔的，不能当老赖，这是做人该有的起码素质。唉，娘的，表现震惊真是太难了，还好我福星准确的把握住。苏青无力抚额，到底是损坏了什么？怎么要那么多钱？将大佛寺的事朝苏青说了一遍，也就是说，大佛寺那边更倾向于让殿下去作画。可殿下的身子您也知道，白天吐了一天，晚上哪还有精力？又不是画一只小鸡。大佛寺狮子大开口，张口就要殿下画大佛寺的全夜景图，这起码得画上1个月都不止。床榻上，荣恒苍白着一张脸躺在那儿，坐在床边，苏青轻轻用指缝去抚平荣恒的眉心。睡个觉都这么痛苦，做什么梦啊？荣恒忽然身子猛地朝外一翻，面朝下，张口就哇的一声吐，并没有吐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只是恶心的干呕，肺都要呕出来了。怎么吐得这么厉害？你怎么回来了？想你了，就回来了。快让开！苏青翻身下地。应该是身上的汗味，我坐那边和你说话。那个，我不是不让你挨着我就是没事儿，你怀着身孕，对味道敏感也是正常，我能理解。要是这种事儿都不理解，还谈什么恩爱？我刚刚听长青说你师父毁坏了大佛寺贵重的东西，大佛寺要赔偿12万两，这么多。一套茶盏是柳大师的关门座，已经绝世了，独此一套，要多少也说得过去。你打算怎么做？我还没有答应大佛寺那边的要求，毕竟不是个小事儿，想回来先和你商量一下。要说去作画倒是也行，毕竟赔偿的话，这笔银子数目实在太大。你师父呢？肇事之后跑了。师父昨天夜里就走了，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有个事儿我倒是正好要和你说一声。什么？你还记得我之前说的找了一些写画本的人编写有关杜之若的画本子吗？怎么了？不好找吗？人已经找到了，就是这些人，我实在安排不出来他们的创作地点来。原本打算把人藏在军营里，现在西秦安排了15人在军营学习，所以说着他们编写的内容本来就是绝密又敏感的，在事成之前绝对不能泄密分毫。宫里那边稍有风吹草动就惊动各方势力，父皇不好亲自安排，我自己又不能分身，找地方是其一，还总得找个靠得住的人盯着他们点儿。这个人身份还得足够高，理由还得足够恰当，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为了家国大事，真是劳累他媳妇儿了。偏偏他现在又孕吐不止，什么忙都帮不上，真是。我盯着他们，这个身份合适吗？当然是合适，可是既是合适，不如把人带到大佛寺，我就在大佛寺作画，就说他们是给我帮忙打下手的。玛丽莲、苏青一脸匪夷所思地看着荣恒。啊，正好啊，大佛寺让我画一幅大佛寺夜景图，这么浩大的工程肯定需要帮手的。明天我就对外招募，然后选他们去大佛寺帮忙。那怎么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的身子白天要吐，晚上还怎么作画？你要休息。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胡闹，我是不会同意的。我是你男人，我为你分忧那理所当然的，更何况这是大夏朝的国事，我作为皇子更应该尽力。你怀着身孕，还要每天为国事军务操心劳神，费心费力的。我一个男人每天却什么都不做，就当是给我一个机会好吗？苏青突然间他后悔了，原本打算设一个计，让荣恒顺理成章的去大佛寺，让一切看上去都那么无懈可击。可看着荣恒落寞的样子，罢了罢了，以后对荣恒再好些就是了。你真好啊！话题不够沉重吗？他出现幻觉了吗？两手比在胸口，一个小爱心飞出送向荣恒，爱你哦。怎么了？傻了？我说我爱你，你都不反应一下。前一瞬还满腔涩涩的难受，这一瞬就被所有的甜蜜取代。
我也爱你。真的？自然是真的，此生不负。苏青的鼻子有些酸，那爱我就给我跳个蓝精灵。荣恒，这是什么神仙媳妇儿？我真是无力的抚额。荣恒非常抗拒道：我还在吐。不，你不吐了，太阳都已经落下去了。哎，好像真的不吐了。荣恒意识到这一点，立刻翻身下地。夜幕降临，他终于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了。2步走到苏青面前，身子一弯，俯身将苏青打横抱起。一身汗味，总要洗洗才是。是啊，总要洗洗。一世一泥，甜腻的不像话。一幸福，苏青打算提前脱了鞋，两脚一蹬，嗖嗖，2只鞋就飞了出去。然而不知这力道怎么控制的，飞出的鞋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然后砰，相继砸到荣恒的头上，沉重的军靴。静谧的夜幕之下，一道撕心裂肺的惨叫从正房上空飘出。怎么样，要不要紧？我的天，看着都疼。军靴的底子不比普通的鞋呀。荣恒，他招谁惹谁了？抱自个儿的媳妇儿也不行吗？没事，呼一呼就不疼了。荣恒一颗心直接被吹化，简直甜的要死了。殿下，王妃，西秦使者求见。不见。说着，幸福的荣恒压根儿不会管杜之若的死活。会客厅，我们殿下歇下了，什么事儿？宁儿明天再来吧。劳烦再通禀一声，我实在是有要紧事求见九殿下，事关杜尚书的生死啊。杜尚书的生死关我们殿下什么事儿？所记不错的话，贵朝的杜尚书昨天夜里还在京都街头蓄意挑唆百姓对我们殿下不利呢。劳烦您了，再去通禀一声，千真万确的事关生死，还望九殿下能不计前嫌，毕竟涉及2国友好。涉及2国友好，这么严重？王妃，我们杜尚书中了离炉丹参的毒，毒液已经清除，可依旧昏迷不醒，现在需要几味药来调配汤药，可这药听说只有宫里4殿下处和9殿下这里有。杜之若中了丹参离炉之毒，谁给他下的？什么药？就是这几味药材。这药都很罕见呀。按理说你们出使大夏朝出了事，是该进宫回禀的，这些药太医院就有，怎么？陛下日理万机，外臣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扰陛下。苏青就那么直直的一动不动的看着西秦使臣，一言不发。杜尚书昏迷不醒，难以完成此次出使大夏朝促进2国友好往来的任务，有劳王妃赐药。苏青依旧眼皮不眨的看着他，只要王妃肯赐药，西秦必定铭记王妃的大恩大德。苏青继续一顺不顺的看着他。昨夜在鼓楼大街，杜尚书的确是言行失当，杜尚书自己也很后悔，原本是打算今日登门给9殿下赔不是的，没想到就中了毒。王妃仁厚，9殿下更是宽爱，恳请王妃莫记前嫌，若是杜尚书在贵朝出了什么事，实在也是影响2国和睦往来呀。这是威胁吗？你说昨夜之事，杜尚书感到非常的抱歉，想要向我们9殿下赔罪，终于开口了。是啊，昨夜其实也是杜尚书喝了点酒，酒后失言了，并非他的本心。不过不管如何，还是对不住9殿下。长庆好像更对不住他自己吧？听说被护卫从人堆里救出来的时候是个光溜子，外国人就是开放啊！既然觉得对不住9殿下，他也打算登门道歉。他打算怎么道歉呢？是轻飘飘说句对不起就过去了呢，还是有实质的道歉？长庆继续从苏青的话音里嗅到了金钱的铜臭气。既是要道歉，自然是真心实意的道歉。我们全家人都不喜欢礼物，只喜欢银票。既然你们要真心实意的道歉，说说吧，你们真心实意折合银票是多少？长青屏气凝神看着西秦使臣。啊？苏青朝他挑了个眉毛。多少？这个外臣说了不算，毕竟是杜尚书的事，想必他心中自有计较。既是如此，那就等杜尚书醒了，来给我们9殿下赔了罪，我们再谈药材一事。毕竟事情有个先来后到，还有一个轻重缓急。杜尚书等着药材救命呢，有个轻重缓急，我们这边救命，难道不是更重更急呀？9殿下是我的夫君，在我眼里夫君最大。至于杜尚书，我记得他好像进京没有进宫吧？糟了，
他进京不进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等于是从西秦来我大夏朝的散民，算不得使臣。既算不得使臣，他死不死活不活的，还当真不影响两国和睦。当然，西秦的陛下也可以是非不分，毕竟是他的自由。既是王妃不肯赐药，又何必侮辱我朝陛下？雨落甩袖离开，给九殿下赔礼道歉。我只要10万两，出了这道门你再来，就别怪我翻番了。西秦使臣一顿不顿，径直离开。真是没了你九王妃，我们还找不到药了。10万两，你们怎么不去抢，还翻番？王妃她走了，银子怎么办？放心，他还会回来的。长青不解又充满求知欲地看着苏青。杜之若是西秦的尚书，使团出事，他们第一反应肯定是进宫。很显然，父皇没有给他们药。入朝不进宫，出了事儿想起进宫要药了，做梦呢！真以为我大夏朝开慈善堂呢？有这几味药的，除了太院，就这四皇子府中和咱们府中。四皇子被禁足，他们但凡有点脑子也不敢去。不过只要他们敢去，我就立刻抓人，压根儿不用刑部出面，直接军方出面。长庆听上去有一种热血沸腾、荡气回肠的感觉呢。所以你放心，要么他们被抓，要么就是回来送钱。有王妃在，奴才放心。杜之若中毒是怎么回事？奴才不知，奴才这就去打听。去吧。王妃，殿下呢？原本是要一起去洗白白的，结果某人先入盆，等他准备好走过去的时候，某人已经睡得流出哈喇子了。他除了把人抱出来放在床榻上给他盖好被子，再给他一个安眠美梦的吻，还能怎么样？毕竟是正在给他孕吐的男人，再过分也得宠着。长青闻言眼角一抽，睡着了。殿下睡着了，王妃却出来了。这长青的脑子里顿时回荡出一副不可描述的场面，激烈又狗血。是太累了，所以睡着了。场面回荡一瞬，长青立刻否决了自己的想法。不可能，只要王妃是清醒的，殿下怎么可能太累了？累也是王妃累啊。而且王妃有孕在身还不满3个月，他们能累吗？怎么累？所以他们殿下是单纯的什么都没做就睡着了。这真是那么久不见王妃，现在太阳又落山了，您居然睡着了，您对得起太阳落山吗？太阳不白落山了。长青心头带着一股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的怨气离开了。他一走，苏青让厨房摆了晚饭，吃饱喝足，苏青正坐在院中的花架下看书，长青就折返回来。王妃，奴才打听了，今儿中午杜之若是在武殿下府中用的餐。杜之若吃了饭回到行馆，又自己泡了丹参茶，喝了好几壶呢。苏青眼角一抽，皱着五官看向长青。杜之若年纪轻轻，又身体健康，喝什么丹参茶？还一口气喝了好几壶，不怕喝的血旺上火流鼻血。难怪方才西秦使臣杜之若怎么中毒的，他避而不谈呢。无语的翻了个白眼。此时不被苏青惦记的五皇子正蹙眉立在书房，面色凝重，手里拿着杜之若给他的那封信，犹豫不决，到底要不要打开看，事关苏青的秘密以及他能否登基的关键。如果这封信是他自己搞到的，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看。可这是杜之若送来的，外国人送来的东西一定带着利用色彩和分裂色彩，不看好奇，看了怕中计。五皇子那叫一个愁啊，愁的都忘了屁股疼了。忘了屁股疼的五皇子在地上徘徊了100多圈之后，腿脚一累，转头重重跌坐在一侧的椅子上。啊！我的屁股！真是够了，要让多少人知道你屁股受伤了？殿下，这有什么好犹豫的？您打开看了，能用就用，不用就烧了。您这再犹豫下去，今儿一夜就过去了，明儿宋姑娘就是您妹妹了。你就不能说句吉祥话？奴才说了吉祥话，您就吉祥了，还不是一样的屁股难受，心里不快。所以呀，您就赶紧的快刀斩乱麻，看完这个进宫去找宋姑娘。殿下吉祥。停了一下，这样您舒服点没？他这个随从怕不是个傻子吧？看吧，吉祥话并不能真的让您吉祥，关键还是行动。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你最近都和谁接触了？我觉得你和以前不一样了。那个殿下，您别生气。随从扑通跪下，奴才不管与谁接触，都对殿下忠心耿耿。谁？浮云。谁？浮云，九王妃跟前的婢女浮云。你说你最近和浮云接触？殿下不要误会，不是殿下想象的那种接触。奴才和浮云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谈各自的主子，就是散散步、聊聊天，看看星星、看看月亮，吃点好吃的，真的，从来不谈主子的事儿。这么说，他的随从都有了自己心仪的姑娘。你们在一起看星星、看月亮、散步聊天，有没有想过我还在这里受相思之苦啊？真是岂有此理！殿下息怒，奴才真的没有刻意要瞒着殿下的意思，奴才就是想着等殿下和宋姑娘的事解决了，奴才再和殿下提。浮云虽然是个婢女，可奴才想要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她，还要殿下为小的和九王妃提亲。五皇子差点原地炸了。你是忘了当日在礼部尚书家，苏青是如何一鞭子将我卷起抛到后花园的了？你是忘了我和苏青是政敌，手里还捏着能弄死苏青的信函了？你到底是从脑子的哪个部位想出的这个？居然让我去给你提亲？老子的婚事啊，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殿下，奴才保证不会将您的任何事告诉浮云的。奴才难得遇上一个能入心的姑娘，求殿下看在奴才跟了殿下10几年的份上，成全奴才吧。浮云是苏青的人，若是有朝一日本王登基，苏青必定获罪。你有没有想过，你和浮云还有未来吗？殿下，您都登基了，难道就不能为了奴才放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婢女？就算本王放过她，她呢？他心里就不恨本王处置苏青？殿下，若真是那样，奴才就带着他远走高飞。你是要弃我而去？只要本王没娶到宋熙，你就别想着成亲，门都没有。太可恶了！你们都想着成双成对，本王就要修媚宫吗？里面泛黄的信纸一共2张，是放荡不羁的笔体，带着一种豪迈的气势。五皇子落目去看，犹豫了那么久，到底看不看？现在这么痛快就看了，早知道奴才就早告诉您我和浮云的事儿了。五皇子看着信函，随从跪在地上，一脸沉思。到底怎么才能让九王妃同意呢？我记得府里有一本战事随记，是老平阳侯当年写的。你去找来。可殿下吩咐，他就立刻起身去找。随从将书递给五皇子，老平阳侯亲笔所写，笔迹字体飞扬不羁，洒脱霸气，与信函上一模一样。五皇子凝重的脸色铁青。信函是老平阳侯写给南梁的信，信函里写得清清楚楚，苏澈的生母是南梁前朝废太子西夏新月公主的孩子，苏澈的母亲是南梁人，还是南梁皇室的人。这真是身上流淌着南梁皇室的血，如今却掌管着大夏朝的兵马。苏澈的母亲是南梁的公主，苏青是苏澈的孩子，身上也流淌着南梁皇室的血脉。她这样的身份怎么做皇后？可这信函一旦公之于众，整个大夏朝都要受到动荡，难怪杜之若要给他这封信。五皇子朝随从没好气地瞪了一眼，都怪你，你要不气我何至于一下就看完了信吗？您是老大，您高兴就好。备校即可进宫。这个衣裙是内务府那边赶工赶出来的，用的底色还是公主及笄礼那日的衣裙底色。宋姑娘应该不会计较吧？什么宋姑娘？现在要换云锦公主。是，云锦公主。衣裙虽是当年的旧底色，可内务府也算是花了心思。绸缎上的刺绣赶工绣出了双面玲珑绣，若不是咱们知道这料子的来历，谁能看得出是当年云霞公主用过的？再者，这样的金丝血缎，整个宫里拢共也找不出几匹，这是最好的。陛下看中云锦公主，能轻待了她吗？莫要嚼这些莫须有的舌，惹出事端来，我也捞不起你们。是，奴才知道。五皇子立在拐角处的阴影里，只觉得手脚生寒，脑子里嗡嗡的，像有天雷在轰隆隆的炸。云锦公主，宋姑娘，宋熙已经被封了公主，她心爱的姑娘就这么不声不息成了她的妹妹。不是说明日才经册封礼吗？怎么今日就送了玉牒？这像是已经册封了。你这是在安慰我吗？
殿下，陛下如果真的已经发了圣旨，您就是再闹也没有用了，再闹那就是抗旨。你就不能说句安慰我的话？奴才也想啊，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啊。要不，殿下您去见见宋姑娘不，云锦公主，看看公主怎么说。你才是公主，你全家都是公主。朝福公公他们离开的方向走去，全然忘记了自己来御书房是做什么的。奴才倒是希望我全家都是公主啊，这样奴才也就是皇子了。可奴才有这个心没这个命啊！哎，殿下您去哪儿？跟上五皇子。入夜了，您一个已经在外开府的皇子，不能在内宫里走动，被朝臣知道了会弹劾您的。不是你让我找宋熙吗？奴才没说让您现在去啊，殿下您闭嘴。奴才就是闭嘴。宋熙所住的殿宇名叫昭云殿。殿下，去通传。殿下已经入夜，公主要歇息了，有什么事殿下明日去给我通传。您稍等。宫女拔腿就跑。云锦公主真可怜，封个公主那是陛下自己愿意封的，又不是云锦公主自己求来的。才来了一波公主们，对云锦公主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挑衅一番走了。现在五皇子也来找茬，一个皇子您为难一个公主干什么？公主，五殿下要见您，奴婢瞧五殿下的样子，怕是拦不住，请五殿下进来。公主，明日您就要出发了，你放心吧，我有分寸。朝思暮想的人就这么忽然出现在面前，一把抓住宋熙的手。到底怎么回事啊？殿下莫要激动，那日在御书房，殿下不就知道我要被册封公主了吗？殿下，你为什么被父皇册封了公主？为什么？一点征兆都没有，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心意啊！殿下对我的感情，我又岂能不知？我对殿下的心意，殿下也该知道。殿下信我，给我3个月的时间，只要3个月，我一定能处理好。这3个月，你好好的等我。为什么是3个月？殿下安心养伤，3个月后，只要殿下心中还有宋熙，我们必定能大婚。殿下可愿意等宋熙3个月？你要如何？殿下信我吗？我信你，这世上我最信的人就是你。既是信我，殿下就不要问那么多。3个月的时间不算长，殿下既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到底要不要娶我，也可以静下心来安排一个声势浩大的婚礼，一晃就过去了。明一早我让人送好多薯片给你，你吃完薯片我就回来了，好不好？回来了？你要去哪儿？新封公主，我自然是要去敬天祈福。握着宋熙的手，五皇子深情道：好，我等你3个月，3个月后你若还是公主，我就带你远走高飞，你愿意吗？愿意。好。五皇子将宋熙一把拥入怀中，狠狠地抱了一下，转头就走。此生不相负，白首到老。直觉告诉他，宋熙要去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殿下，陛下正在和6部尚书议事，您稍等。五皇子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猜测就是事实，宋熙要去做诱饵，顾不上小内侍的阻拦，硬生生的朝御书房冲了进去，派人去和亲。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要派宋熙？就算要派，他愿意男扮女装替宋熙去。殿下冷静些，陛下正在和尚书大人们议事，很快就完了。殿下，殿下。随从犹豫一下，直接手起掌落，啪的一掌朝五皇子的后脖颈子劈去。然而劈歪了，没有劈到后脖颈子上，直接劈到肩膀上了，肩头被重重一击，五皇子之痛，骤然回头去看随从，眼底喷射着怒火。随从正在此刻，我要见父皇，我现在就要见。五殿下请。抬脚大步走进去。大晚上不睡觉，跑进宫里闹腾什么？五皇子扑通在地上一跪，砰砰砰就给皇上磕了3个头。父皇，儿臣是真心实意的爱宋熙。6部尚书顿时一个激灵打过，警惕又充满戒备的看向五皇子。闭嘴，出去！儿臣已经知道父皇为什么要封宋熙为公主了。怎么知道的？不可能啊！谁泄露了秘密？父皇要宋熙去和亲，儿臣不同意。父皇若是非要一个公主去和亲，儿臣愿意男扮女装成公主，配合苏青的行动。儿臣绝不同意宋熙去冒险。皇上眼角一抽，这怎么就生出这么蠢的儿子，还男扮女装去和亲？
你怎么不去炸天呢？啊，真给你火药啊！皇上朝兵部尚书看过去，他要是没有看错的话，皇上是在指使他给五皇子后脖颈子一掌。眼神会意，兵部尚书立刻一步上前，朝五皇子靠近过去。殿下，您听臣说。一面说，兵部尚书一面眼睛瞄着五皇子后脖颈子的位置。就在兵部尚书打算跪下一瞬，刑部尚书忽然一个箭步窜过来，动作之迅敏，手起掌落，一掌就直接拍在五皇子的后脖颈子上。砰的一声，五皇子白眼一翻，栽倒在地。余下的4个尚书，又一个充满黑历史的夜晚。从这一刻，6个尚书无比期望以后五皇子不要登基，尤其是刑部尚书，不然他就是那个敢在皇上头上动土之人。五皇子倒地，福公公抬手一挥，一脸见过大世面的风轻云淡，命人把五皇子拖了出去。门外，五皇子的随从眼睁睁看着自家殿下被人拖了出来，心头顿时长草，真是辛苦各位了，交给我就好了。肩头一扛，随从带着五皇子走了。一封信函从五皇子的衣袖轻飘飘落下，福公公眉心微蹙，指了那信函。那是什么？捡起来。一个小内侍忙捡了，一眼看到信函封皮上的字迹以及封皮上的标识，顿时面色大变。出什么事了？脸色这么难看，是老五刚刚被劈得重了？这是方才五殿下被带走，从五殿下身上落下来的。这信函的封皮该是老平阳侯的。老平阳侯苏恒写信有个怪癖，喜欢在装信函的封皮的左下角画一只奇丑无比的乌龟。苏恒，这是从老五身上落下的？福公公点头。深夜的御书房里，灯火通明之下，苏澈是南梁前废太子的外孙，他的生母是南梁前废太子膝下唯一的女儿新月公主。难怪德月门前江新月，不论月圆论月缺，江新月新月公主。而平阳侯府老夫人并非江新月，而是当年收养江新月那家人家的小姐。江新月生下苏澈难产而死，收养她的人家横遭大祸，平阳侯府老夫人抱着刚出生不足1月的苏澈逃离湘北，奔赴京都。苏恒写信给前废太子，就是告诉他江新月死了，苏澈还平平安安的活着。可是这样一封信怎么会落在老五的手里？如果是老五用来扳倒老九的有力武器，老五为什么会带在身上？难道他打算今夜就把这封信公之于众？皇上轻轻摇头，老五不是那种人，兄弟争夺再凶残，他也不会置大夏江山于不顾。一旦让人知道苏澈的生母是南梁废太子的女儿，苏青的真正祖母是南梁新月公主，只怕大夏朝的江山都要震上3震。蓦地，皇上想到今儿下午西秦使臣进宫说杜之若今儿中午在老五那里用的饭，中午杜之若在那里吃饭，晚上老五就拿了信函进宫，这绝不是巧合，这信该是杜之若给的老五。杜之若什么目的，皇上一清二楚。思及此，皇上嘴角勾着一抹冷笑，想要害人，他的江山岂是那么容易害的？杜之若要不是在老五那里用饭，他也中不了离禄。杜之若要是不去害老九，他也不会被人揍的都开始喝单参茶了。心里腹飞了杜之若一会儿，皇上的思绪再次回到这封信上。按照老五的性子来说，他该是打算把信交上来，至于如何处置苏青和苏澈，由他来决定。不知道怎么被爱情冲昏了头，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记了，进门就要男扮女装去和亲，真是无力感再次袭来。怎么养出的儿子一个个都这么奇葩？苏恒能写这封信，并且丝毫不遮掩自己的笔迹和信上乌龟的喜好，可见他压根儿不畏惧什么。苏恒到底有什么样的把握，觉得这封信一定不会被南梁皇室发现呢？皇上踱着步，想不明白。另外西秦那边，杜之若又是怎么得到这封信的呢？皇上的心头隐隐涌出答案。苏澈知道真相，就是因为知道真相，所以最初他就设了苏青在碎花楼前暴揍南梁使臣那一幕，彻底拉开两国征战。苏澈就是要打南梁，目的很明确，并且看样子打算狠狠地打，不然也不至于明明都打了南梁求饶了，他还不肯撤兵。他要做什么呢？该不会是要给南梁前废太子，也就是他外祖报仇吧？皇上被自己这一猜测吓了一跳，可继而又觉得不是没有可能，否则当初平阳侯府老夫人去世，为什么王氏一点反应没有，甚至不去吊唁，足以见得他们知道平阳侯府老夫人根本不是苏澈的母亲，甚至有可能是仇人。这真是狗血的家族史啊！吸了口气，皇上转头走到窗边。苏青是他信得过的大将，君臣交心，其利断金。
陛下，该早朝了。都一把年纪了啊，你就不能为了你自己个儿的身体着想一下吗？昨天睡得那么晚，你干什么要起这么早啊？多睡一会儿不好吗？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啊，不要总是那么的尽职尽责，会累的。这偶尔偷一下懒怎么了？朕又不会怪你。皇上说的情真意切。陛下，起床了，该早朝了。真是怕了你了。苏青一套晨拳打完，吃完早饭，小内侍前来传召。我陪你一起去。你踏踏实实在家里，身子不好就好好养着，别折腾，折腾的更难受了。小内侍立在一侧，眼角一抽，这一幕瞧着怎么这么诡异，看上去很像小时候在兄长家，兄长出门之前对嫂嫂嘱咐的话呀。走吧。小内侍颤抖的目光朝荣恒看去，荣恒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正追随着苏青的背影。晚上早点回来。知道了，处理完事情我就早早回来，你踏踏实实的哦。小内侍全身像电击一样，头皮一麻，转头跟上苏青。都说九王妃是苏世子，九殿下是九公主，以前他总觉得老百姓闲得无聊胡说八道，可现在九殿下许真的就是九公主吧？要不然眼前这一幕也太诡异了。苏青抵达宫门口的时候，等等，你大爷的，吓死我了！化着精致的妆，长着甜美的脸，抱着薯片，骂着你大爷，真是完美人设呀！怎么样，准备好了没？到了那边切记说不过赶紧闪，别等着让人瓮中捉鳖了，我还得去救你。什么叫到了那边？说的好像我要死了一样，管好你自己吧。尖子兵大赛炸死，可别死得不逼真，让人看出破绽，拖我后腿。身后宋熙教撵附近仪仗队的随从们，刚刚发生了什么？好像是九王妃调戏了新封的云锦公主。鼓楼大街人人乐道。殿下，您当真要去吗？您要是去了，万一被陛下发现怎么办？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宋熙往火坑里跳。都是您自己个儿的猜测，陛下也没有真的说宋姑娘就是去和亲的。再说了，就算是和亲，这种大事儿肯定是朝野皆知的，怎么会像现在这样连个消息也没有？再怎么说也得知道宋姑娘是被送到哪一国呀？那就更说明此情凶险。殿下，如果宋姑娘不是去和亲呢？我绝不相信她是真的去敬天了。就算是真的敬天，我暗中陪同怎么了？殿下，三思啊！就算要跟着宋姑娘，您好歹问清楚情况啊！没有时间了。陛下，武殿下也是知道自己做错了才去思过的，您就看在这信函未丢，殿下也真心知错的份上，莫要生气了。你看看这个臭小子，长这么大了，这字写的还不如宋熙一个姑娘写的好。这要是娶人家，拿什么脸娶啊？就知道丢人现眼。苏青一进门正好听到这一句，上前行礼，不及苏青抱拳。你的字好看还是恒儿的字好看？我和荣恒谁的字好看您还不知道吗？我经常递折子文书的呀。父皇，儿臣与九殿下的字各有千秋，风格不同，做不得比较。来，写2个字。我去龙案上写。来，您大清早的叫儿臣来，该不会就是为了比较谁写的字儿好看，然后决定五皇子到底配不配娶宋熙吧？宋熙是她的好战友、好闺蜜，为了闺蜜这辈子的幸福，她就算用光吃奶的劲儿，也得把字写好。父皇，写什么？皇上朝荣恒所写的内容瞥了一眼，就写治水遗书。苏青提一口气，刷刷落笔，4个字，霸气威武，张扬凌厉，带着沙场将士特有的风沙气息。最后一笔落下，应该是此生到目前为止写的最好的一次了。宋熙，五皇子，我能帮你们的就只能到这里了，剩下的就要靠你们自己了。皇上看着苏青的字，脸都黑了。相较苏青的霸气张扬，荣恒的字看上去就显得端正。这是上天注定，他的儿子们都不如儿媳妇们吗？恒儿的功夫不及苏青，带兵不及苏青，身体不及苏青，写字不及苏青，老五口舌不如宋熙，敏捷不如宋熙，记忆不如宋熙，写字不如宋熙，余下一个老四，将来要娶一个什么厉害的姑娘来配他呢？得意什么呀？福星是你孙女，你自己认了，人家福星认你了吗？一把年纪了，还是个皇上，
您要不要这么好强到牙尖嘴利的地步？放肆！陛下，您跑题跑远了。苏青立在那儿，默默看着皇上和福公公眉来眼去。你自己看。苏青忙双手接过，落目一瞬，胆战心惊。最后一行看完，苏青扑通跪下。陛下明鉴，平阳侯府上下赤胆忠心，绝无二意。莫说儿臣的祖母是南梁废太子的公主，就算儿臣的祖母是南梁皇帝，儿臣也只效忠于大夏朝。你祖母要是南梁的皇帝，这个难度系数有点高啊。你早就知道了。儿臣先前不知情，只是看了信函才知道的。父皇，不管是儿臣还是儿臣的父亲平阳侯，都是忠心陛下的。哦，先前不知情，可是现在看到信函，朕怎么觉得你一点惊讶的反应都没有啊？儿臣心理素质好，当时圣旨下发，儿臣一下子知道自己是个姑娘，儿臣也没有震惊啊。你赢了。朕之所以给你看这个，就是要提醒你，即将到来的尖子兵大赛，南梁一方可能会对你下手。这个东西是杜之若给老五的，杜之若能够拿到这种信函，可见南梁朝廷发生了动荡，而你父亲的身份也可能曝光。当年江心月之死，极有可能就是南梁朝廷那边做的。如今他们若当真知道苏澈的身份，那必定不会手软。你是苏澈的女儿，更是如此优秀，南梁对你必一样的忌惮。能被敌人忌惮是儿臣的荣幸。父亲在前方战场将南梁打得一退再退，这次尖子兵大赛，儿臣也将团灭南梁。团灭？您都不知道，奴才更不知道了。不过是字面的理解，应该就是组团灭掉南梁吧。你的能力朕是相信的，可是啊，有时候有心算无心，无心的人难免吃亏。这次大赛你可要小心一些。是。再有啊，从我们拦截下来的定国公他写给塔塔尔的那封信来看，定国公许就是被南梁买通的，想要置你于死地。所以这次大赛你的敌人不仅仅是南梁，还有本朝的人。朕会尽量安排信得过的人去做大赛的后方工作，可朕却无法保证朕安排去的人一定都是忠心耿耿的。父皇放心，儿臣会小心应付的。当年南梁前帝登基，手段血腥卑鄙，这桩南梁皇室秘闻朕有所耳闻。你若是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朕。父皇，儿臣没有任何好奇的，儿臣只知道儿臣是平阳军的副帅，平阳军是大夏朝的子弟兵，识君之路，为君分忧。大夏朝的百姓养育了平阳军，平阳军就要誓死守护大夏朝的百姓。至于南梁，血海深仇也罢，骨肉亲情也罢，上几辈人的恩怨，儿臣不参与。不过只要大夏朝有需要，儿臣金戈铁马，血染沙场，在所不惜。尖子兵大赛，儿臣必不辱使命。你起来吧。有句话我还没有说，我也有可能不是平阳侯的亲生女儿，所以江心月呢就不是我的祖母。这话先留在肚子里吧。宋熙已经出发了，方才进宫的时候儿臣遇见了，陛下放心，宋熙一定能不辱使命。父皇，杜之若中毒，昨儿使臣去了儿臣那里，想求药，儿臣给吗？西秦那边一直说杜之若年轻有为，是几千年难得的英才，是陛下的好帮手。可照我看来，实在是有些毛手毛脚的不踏实，还是太过年轻气盛了。堂堂的西秦尚书，又不是街头杂耍，居然在鼓楼大街闹出那样的笑话来，我都替他丢脸。听说被救走的时候是个光溜子，像什么话？西秦不要脸的吗？杜之若的确算是个人才了，这次的计划失败，主要是他错估了京都的百姓。我若是猜得不错，杜之若的计划应该是想要煽动百姓去围攻九殿下，然后引得苏秦对他下手，以此他就能向皇上提出一些要求了。遭遇那么大的事儿，前天夜里我去看他，他却依旧能保持镇定冷静，耐心的处理事情，真的算是不错的人才了。我看他那是单纯的脸皮厚，不以为意罢了。既他是千年等一回的英才，那些事儿不如你就交给他做吧。你这一身的伤，如何还能动弹？不知是儿子想多了还是如何，总觉得他们并不是很信任我。不信任？怎么会？不会的，这些年你为了西秦做了那么多事儿，不说别的，
单单大夏朝的边防设计，你冒着生命危险弄的，给他们地去，这就足以说明一切，怎么会不信任呢？母子俩正说话，外面随从回禀：大人，西秦使臣求见。定国公顿时眼皮一跳，错地看向老夫人。他们怎么来了？我就说杜之若太年轻，太不知轻重。眼下这种紧要关头，他们来岂不是要闹出乱子？你还是不要见了，太不懂事儿了。杜之若不是那种不知轻重的人，该是有急事儿。注意自己的身体，什么事儿别跟着太着急上火，自己个儿的身子自己心疼着点儿啊。对了，你媳妇儿铁了心要给康儿迎娶云霞，皇后那边不肯松口，这件事儿你看。有劳母亲再操劳一二吧，我们的事儿的确是太需要塔塔尔的帮助了。他既然是想要娶云霞，就随了他的心吧。希儿已经不在了，就一个康儿。屋里看着使臣，怎么突然来了？出什么事了？杜尚书中毒了。什么？是离炉丹参的毒。使臣将杜之若是如何用离炉，如何服了丹参的过程言简意赅的说了。这么说，就是他自己给自己下了个毒，然后把自己放到昏迷不醒了。可是进宫了，这毒当初4殿下也中过，可能毒势比杜尚书还要严重，服用几天药就没事了。因为杜尚书没有入朝面圣，皇上不承认杜尚书就在京都，说西秦不存在这么没有礼貌的尚书。陛下不肯赐药，这事儿就有些难了。这药太过罕见，民间谁家有不好说，可京都有的也就是太医院、九王府和4殿下府里。陛下不肯赐药，九王府和4殿下那里你也未必拿得到啊。是啊，所以来找您。你看我这样，我还能做什么？您一定要拿到药救杜尚书。对了，苏青倒是说了，他愿意给药，但是必须我们要先就那天夜里的事给9殿下道歉。他张口就要了10万两。以苏青的性子，要10万两不多。先前郑国公、前礼部尚书、长公主，哪个开口少过10万两？何况你这是救命的，真心不多了。不多，真心不多。你是不知道他对别人开口有多狠，更何况那天杜尚书对9殿下不怀好意，人人都知道，他更是不可能少要。真的不多？不多。我应该答应。答应。但是苏青说，只要我离开那道门，就翻番。你离开了？现在也就是说，你想拿到药，要先交20万两的赔偿费。使臣点头点得有些无力。杜尚书是咱们此次行动的核心人物，我们必须要救杜尚书，你想想办法吧。10万两的时候你不让我想办法，现在20万两了，你让我想办法。可是杜之若的命又不能不救。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你拿着银子去吧。你在大夏朝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什么交情好的太医朋友？你让我私下从太医院拿药？使臣默认。就算我有交情好的太医朋友，这药我也拿不到。为什么？一点药而已。你不知道，太医院几种珍贵的药材都被陛下锁进了保险柜，保险柜的钥匙在福公公身上。几味药锁在保险柜里？有一次，太后骑马被烈马掀翻在地上，又挨了一马蹄，太后病危，等着用药。偏偏陛下不在宫里，在大佛寺，原本立时治疗就能根治的病，因着这一耽误，太后落下腿疾的毛病，一下雨刮风变天就腿疼。这是什么神仙皇帝，这么坑自己亲娘的？但就是如此，陛下也没有把钥匙留给太医院，还是继续福公公拿着。陛下不开口，太医院的药谁也别想拿。至于从福公公身上打主意，趁早别想。那个老东西油盐不进，没有亲人，没有软肋，又对银钱没什么兴趣，女人也没兴趣，那就只有九王妃那里了。可这次我们出使没有带那么多银子，这个钱我来出，救命要紧，还等着杜尚书主持大局呢。去账房支20万两。老夫人铁青着脸，20万两。定国公府这几年都是怎么了？先是被宋熙敲诈，又被苏青和宋熙联手敲诈，现在又被苏青单独敲诈。老夫人踢脚离开，穿过小花园的时候，哎呀，我今儿个出去买东西，恰好碰到2个宫里的内侍，说是等尖子兵大赛结束，福公公要给福星办生辰宴呢。瞎说什么？福公公怎么会给福星办生辰宴？8个
官司打不着啊？难道就因为名字里都有个福？哼，我骗你做什么？我听得真真的。我去金楼啊，给夫人拿新定做的金钗，恰好就听到他们去定做金坠子。就算人家定做金坠子是送给福星，也不能就这么光天化日的议论吧？可他们就是议论了呀。默了一瞬，可能是当时他们以为四下没人才说的。毕竟啊，当时我是在贵宾包间里，他们没看到我。这种事怎么少听少问少关心？知道的太多了容易出事。咱们就是个丫鬟，踏踏实实的给主子做事就行了，只要不昧着良心，每天做事赚钱养家。我就是和你说说嘛。我知道，不过这事儿我当没听过，你也当没听过，忘了吧。假善一侧，老夫人原本铁青的脸带了一丝诡异的笑。谁说福公公没有软肋？那可说不定。老夫人转身又折返定国公的院子。我知道杜尚书中毒，等着要救命。宫里太医院的药被锁着，钥匙在福公公身上。福公公身上这钥匙，我们未必就拿不到。定国公与使臣齐齐看向老夫人，老夫人就把方才听来的话说了一遍。兴许只要控制了福星，就能让福公公交出钥匙。不行，我们为什么要把事情闹这么大？控制了福星，且不说福星好不好控制，一旦我们抓了福星，苏青必定知道，到时候原本一件可以用钱解决的事儿，就成了死局。不行，一旦把事情闹大了，不管我们是不是拿到解药，都有可能被皇上抓起来。这件事我和定国公已经商量好，您就不要操心了。哼，你们已经商量好，就是用我家的20万两银子去换药吗？这个银子还吗？母亲，这件事儿不是谁家的事儿，是西秦的事儿。我们谋划了这么多年，为的就是即将到来的胜利，我们不能自己先乱了阵脚啊。20万两不是小数目。母亲什么时候把银钱看得这么重要了？银钱再重要，能有西秦的大业重要吗？母亲不要再说了。一路回到屋里，老夫人陷入沉思。定国公屋里，实在对不住，家母年事已高，有些拎不清了。20万两的确有点多，这个银钱等杜尚书醒来，想必会给你一个说法。我的这些钱还不都是在大夏朝积攒下来的，用大夏朝的钱救杜尚书的命，谋西秦的业，多少都值。这种话你莫要再说了。杜尚书等着拿药救命，我就不多做了。对，快去拿钥匙正经。内厢使臣拿着银子去了肃清府邸。怎么又来了？来加番了？使臣，九王妃果真是军中豪杰，不拘一格。怎么，九王妃就打算在这里会见外宾吗？来见外宾自然是不能在这里，不过在我的眼里，此时你只是一个登门求人的。你要是真的非把自己当外宾，咱们之间的交易还得算上汇率，我怕你吃亏。汇率是什么？使臣没听懂，可最后一句他听懂了，赤裸裸的嘲讽。九王妃真是善良之辈，之前九王妃说只要银子送来就能给我药材，20万两，王妃钦点。不必钦点，你们为人品行我是相信的。这20万两是赔礼道歉的银子，对吗？是，那日的事的确是对不起九殿下。好说，既是赔礼道歉，这歉意我们收了，此事咱们就算两清。使臣心头狐疑，这苏青倒挺好说话。你要的3味药材实属罕见，我也不收你高价费，就按照药材原本的价格，你再给我3500两，药材拿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使臣都惊呆了，睁大眼睛看着苏青。怎么还要银子？您这话说的多有意思，您和我拿药不给银子，您抢啊，我抢，到底谁抢？方才你给我20两，你自己也说清楚了，是给我们九殿下赔礼道歉的银子，这银子我收了。你们杜尚书做出什么不知耻之事，我就不追究了。矛盾纷争解决，然后商议药材，怎么你有意见？还是说你方才给我20两不是赔礼道歉的银子，或者你觉得你们杜尚书做的事儿不值20万两，硬生生把心头的怒火憋了回去。王妃说笑了，拿钱买药应该的，只是这银子我此次前来没带。没关系，一会儿我派福星去送药，到时候你给他银子就是。尖子兵大赛就要开始了，咱们都这么忙，就不要互相打扰了，慢走不送。使臣看着苏青的背影，哼，嚣张吧，看你还能嚣张几？福星拿了药，跟着使臣回行馆。苏青回到正屋的时候，这么早回来了？父皇叫你去什么事儿？苏青就把杜之若给五皇子一封信的事儿告诉了荣恒，就是说这个只字不提宋熙之事。这么说，父皇知道江心月的事了？那父皇有没有？放心，皇上是明君，变得轻是非曲直，忠恶兼良。
我和我爹都是忠魂烈骨，做不出对不起朝廷之事。更何况江心月和南梁废太子都是死在南梁皇室的手中，就算要做什么，我们也是血洗南梁。这个道理我知道，皇上也明白。没事儿，你踏踏实实的。这就是他的妻。看着苏青，荣恒忍不住想要抬手抚苏青的脸，说：“你是不是想我想得紧呢？都老夫老妻了还害羞，来给我亲一下。”没皮没臊的一个姑娘，你能不能不那么主动？我要是不主动，难道等你主动？你别又睡着了。会聊天吗？不会啊，所以咱们别聊天了，来点实际的吧。一紧张不是欢呼的哦耶，而是痛苦的干呕。唉，你到底要吐到什么时候啊？问我，谁让你要喝藿香？那我也是不知道云霞和我结拜的水里放了麝香啊！谁能想到宋熙把藿香正气水给了云霞？谁能想到云霞拿藿香正气水与他结拜？这真是望着荣恒。苏青笑得宛若一个神婆，这大约就是命，一定是上天觉得我太辛苦了，让你帮我分担一些。我宁愿替你分担，带兵打仗。相信我，你不会。放弃吧，运南。运南？快弄的身子。哪儿弄的？母妃做的，还做了好几套小衣裳。母妃说，等到你生产的时候，她就从宫里搬出来照顾你月子。啊，不用了吧？怎么不用？女人坐月子很重要的，做不好要落病的。可以不用母妃从宫里出来啊，这也太耽误她争宠了。没事儿，我的意思是说，到时候我坐月子，你怕是也要坐月子吧？不用吧？怎么不用？我的医术你还不信？我说用就用。我和你说，坐月子的时候1个月不能洗头，不能洗澡，不能漱口，不能换衣服。荣恒瞠目结舌。要把自己活活臭死吗？你孩子还会让你抱吗？会不会把他熏晕过去啊？唉，男人与女人不同，女人再臭，天生自带一种香味儿，孩子喜欢。男人就不同了，纯臭。瞧把你爹折腾的，都成什么了？以后出来要孝顺，知道吗？敢不孝顺你爹，老子打断你的腿！我是他爹，你是他老子，这怎么论的？苏青嘀嘀咕咕的给孩子说教，说着说着，荣恒那边忽然没了声音，整个人一动不动地瘫在那，吐得太累，睡着了。苏青眼角一抽，无语地翻身下地，将荣恒整个人翻过来。怀胎10月很快就过去了，加油！从成亲到现在就大战过一回，他还是昏迷的，前世今生2辈子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唉，望他还是穗花楼的老客，当了好几年男人，白瞎了。刚跨出脚，福星一脸怒气的进了院子，一眼就瞧到福星铁青的脸。苏青皱了皱眉，怎么了？谁惹你了？主子，小的棺材不见了，让人偷了。苏青差点跪了，抖着眼皮看着福星，什么？小的棺材不见了。是他脑子不够用了吗？怎么反应不过来了？你的棺材？小的好不容易才搜集到7口棺材，结果丢了1口。你搜集7口棺材要召唤谁？当初邢副将家里出事的时候，福星就一口气拉回来3口棺材。云王妃和云王爷当日在刑场的棺材也被福星买了回来，棺材丢了，谁偷这玩意儿？你是不是记错了？这东西哪有人偷？就是被人偷了。小的那口棺材是放在侯府后院的干草房的，小的想着明儿就要去黑虎岭参加尖子兵大赛了，那口棺材质量最好，小的要带去。结果刚刚小的从行馆回来去拿，棺材不见了。福星一脸出大事的专用表情，气羞羞的暴毙立在那儿。苏青震惊的看着福星，尖子兵大赛，你打算带口棺材去送礼吗？你很有想法呀。对啊，去年尖子兵大赛连下了7天雨，咱们都是在泥坑里睡着的。今年主子您怀孕，怎么能睡泥坑呢？你让我睡棺材，即使那口棺材没了，那就再换一口嘛，反正你还有好多棺材。这天聊的真是惊悚。主子不知道，那口棺材是小的改造过的，棺材上的气口小的都堵住了，不会漏雨进水的，再换新的来不及了。主子，您陪小的回侯府问问，谁动了小的棺材？正说话，浮云端着一盘子龙眼葡萄过来。你说的棺材是放在侯府废柴房里那个紫红色的棺材吗？福星立刻朝浮云看过去。你知道谁偷了我的棺材？当日老夫人突然亡故，侯府一时间没有准备，管家在后院废弃柴房里发现了那口棺材，二爷以为是老夫人给他自己准备的，就用了。福星瞠目结舌地看着浮云，什么？他居然用了我的棺材装了死人？棺材里居然装了死人，真是令人愤怒啊！主子，那是小的给你准备睡的。哼，
他能说什么？回绝了福星的这片好意吗？没关系，主子，我能把我那口棺材换回来吗？啊？那口棺材质地虽好，但不适合躺死人啊！我堵了所有的气孔，它风水不好，老夫人估计住着也不舒服。我给她换个带气孔的棺材，把那个换回来给您睡。要是不知道福星是千真万确对他好，他真以为福星在咒他。算了，别人睡过的我也不想要，我宁愿睡个别的。趁着现在距离出发还有一段时间，你再准备个别的吧，咱不要那个了。主子，真的不换回来，那个更好。真的不用了。唉，行吧，真是便宜他了。那么好的棺材，主子您都睡不上，他得睡了。苏青，我还是走吧，这个话题真的不适合我。拍了拍福星的肩头，苏青果断离开。不换了，那小的能不能去老夫人坟前悼念一下小的棺材？苏青迈出去的腿没有闪断，那都是命大，你高兴就好。嘿，那小的去了。福星把脚朝外走，走，陪我去上个坟去。给谁上坟去？咱们要买点贡品什么的吗？比如酒啊、烟呐、水果啊什么的。不必，他不喜欢这些。不喜欢这些？地底下的亲人不都喜欢这些吗？别人家上坟也都是摆这些啊。默了一瞬，长青又道：即使不买东西，要不就多买点纸钱。不，他不喜欢火，不喜欢吃的也不要钱。这个亲戚有点奇特呀。用了大约1个时辰的功夫，福星立在坟前，长青一脸懵逼。平阳侯府老夫人，他入葬的时候用的是我的棺材，我来看看我的棺材。福星，你生前作恶多端，死了我就不和你计较，可你居然睡了我的棺材，这一点我很生气。长青一张脸露出便秘10几年正努力解决问题却又解决不出来的表情。里面的棺材是我的，我想要回来。要回来？怎么要？是他主动还给你，还是你去取？我也就是这么说说，主子说了不让我要回来。白了墓碑眼，哼，真是便宜你了。长青眼角一抽，忽然看到福星身后不远处高而茂密的草丛有荧光乍现，草丛处藏着人。接下来我说的话你可能会紧张，但是保持冷静，咱们被人包围了。福星雨落，摸出自己的鞭子，果然不止福星背后有人埋伏，左右两侧都有，怕是他身后也有。什么人？不知道，不过也不重要。一手拿着长鞭，鞭子拖在地上，宛若一条游蛇；一手拿着鸡腿，走几步咬一口鸡肉。长青看着左右，四周的草丛里刀光剑影，原本埋伏在四下的人齐齐跃出，人人手里一柄长剑，满目杀气。一个完整的包围圈，随着黑衣人的突然现身，包围圈急速收紧，他们朝着包围圈中心的长青与福星扑来，一言不发，脚步生风，猎猎作响。肃杀的初秋，在平阳侯府老夫人的坟头，福星脚尖点地，纵身起飞，手里一条长鞭若游龙一般抽出，鞭头直指包围圈外围的草丛。就在众人以为福星这一鞭子抽空的时候，抽出去的鞭子在撑展的一瞬，鞭头忽然射出3柄极小的飞刀，飞刀出鞭，直扑草丛深处，速度若闪电。一声惨叫，猝不及防的悲壮响起。原本急速靠拢的包围圈，众人脚下步子一顿，齐齐朝着惨叫的方向看去。高而密的草丛，一道身影跃出，额头与眼睛各插着一柄飞刀，一张脸全是血，尤其是眼睛，飞刀直射而入，无法直视。给我抓住他，抓活的！抬手制止福星，停顿的包围圈再次急速收拢。我来应付他们，你找个机会逃出去，告诉主子，下手的有可能是西秦的人。福星雨落，抄起鞭子便迎战上去，刀剑相碰，长鞭席卷，鞭梢所至之处一片血腥。长青握着手里的剑，奋力地挥舞厮杀。你留下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目标是我，快点儿，我支撑不了多久。没听说吗？他们要抓活的，我死不了。赶紧的，没人去报信，主子两眼抹黑，那才是可怕。快！逃出包围圈，翻身上马。长青感觉到这辈子没有骑过这么快的马，心像是被人一刀一刀的割，眼泪哗哗的流。迎面而来的劲风打在脸上生疼，一辈子没有这么慌乱失措过，哆嗦着几乎要从马背上掉下来，策马直奔府邸。这个下官不知，下官刻意打听了，不过没有打听出来。大夏朝的皇帝怕他找五皇子算账，直接把人给藏了。单身离炉之毒，据我所知不算什么强毒，怎么我竟昏迷了1-2个时辰的样子？因着您来大夏朝没有进宫面圣，大夏朝的皇帝不承认您在大夏朝，而咱们带来的药物里
没有解毒的良药，所以这药是下官花了20多万两银子从苏青手里买的。什么？大夏朝的皇帝不肯给药，除非让下官证明您当真就在大夏朝的京都，并且让下官解释清楚西秦的尚书为什么这么不懂礼数。苏青那里20万两银子是您对九殿下在街头挑衅不公的赔礼道歉费，3000多两是药钱。他是挑衅了荣恒没有错，可荣恒有损失吗？损失的是他好吗？被大夏朝老百姓围攻到一丝不挂的人是他好吗？被人拔萝卜一样救出来的人是他好吗？几乎不举的人也是他好吗？现在还有痛感的人还是他好吗？为什么他还要被苏青要去20万两巨额赔偿？真是……大人，不好了，大夏朝的百姓围攻过来，小儿他们快要拦不住了。杜之若一个机灵，就下意识的双腿夹紧。4个使臣齐刷刷看着杜之若这剧烈的第一反应，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又冲来了？大人，京都的老百姓都说咱们的武士想把平阳侯府老夫人的坟给扒开了，这是对平阳侯府和大夏朝难以让人忍受的耻辱，他们要进来讨个说法。什么？大人，就在方才，的确是咱们的武士在平阳侯府的祖坟处抓了苏青身边的一个跟班叫福星的。谁给你的权利？您一直昏迷着，咱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呀。您闹出那么大的坑，他们总得填呀。那个是正熙发现福星极有可能是大夏朝皇上身边那个福公公的孙女，抓了福星是想要威胁福公公，帮助大夏朝的大皇子登基。就算去抓人，为什么要去平阳侯府的祖坟去抓？你们不能悄无声息的抓了，怎么还把人家祖母的坟给挖了？挖人祖坟，这得多缺德！我们也想在别处抓，可今儿福星从府里出来，就直接去了祖坟那边，明儿他们就出发去黑虎岭了，怕没有机会下手，才埋伏在祖坟附近。至于挖坟，还我国威！外国狗，滚出去！欺我国威者，杀无赦！保护苏青，人人有责！高亢的喊声并着整齐的步伐一路传进来，声音越来越高。杜之若脸都绿了，他是经历过大夏朝老百姓疯狂的人，实在不想再经历第2次。抬脚朝后门去，快走，别让他们给围了！快去找苏运，让他立刻进宫，请求陛下熄灭此事，告诉他再闹腾下去，耽误大皇子登基的事儿。平阳侯府都说杜之若是西秦少女的梦中情人，我看不过如此嘛，没什么特别的。这个杜之若也真是的，惹谁不好，偏偏去招惹晴儿，先是当众挑衅九殿下，又是扒了我们的祖坟。晴儿那脾气，不活剐了他都是好的。去让管家支出1000两银子，但凡为平阳侯府讨公道的，今儿晚饭我请了，福源酒楼1桌10人，10菜1汤。老夫人的坟被人刨了，您不着急着去修坟，怎么看上去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平阳侯府的祖坟关他什么事儿？大人，都办好了。福源酒楼说额外送20桌。怎么好好的？定国公派人来了，大山顶的凉亭里出了什么事儿？我家国公爷让我告诉大人一声，大人要立刻进宫面见陛下，让陛下出面制止外面这场闹剧，不然对大皇子登基影响很大。什么影响？这次西秦使臣来我朝，为的就是协助大皇子登基啊。西秦使臣来大夏朝是为了协助大皇子登基，他刚刚派人去福源酒楼打了招呼，要请百姓吃饭。这怎么可能？若他们是来协助大皇子登基，之前国公爷怎么不提？苏大人千真万确，这件事我们国公爷没有必要骗您啊，都是为了大皇子殿下的大业着想。更何况西秦武士掘了平阳侯府的祖坟，这件事我们国公爷若非当真10万火急，也不会让您进宫啊。他们当真是来帮助大皇子殿下的？您快点吧，再闹下去只怕就不可收拾了。苏运立刻抬脚朝外走。好，我这就进宫。你去告诉福源酒楼，今儿晚上的饭取消了，愣着做什么？快去，快！准备校撵，我要进宫。宫里御书房内，荣恒一脸惨白地坐在椅子上，长青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细细地回禀，当然瞒下了福星打算和平阳侯府老夫人讨要棺材一事。陛下，救救福星啊！哎，你快起来，
朕当然会救他。快起来，快起来！入秋了，地上寒得紧。福星极有可能是他的小孙女。荣恒坐在那儿，很想帮点什么，然而吐的一声接一声的。皇上心疼的看了荣恒一眼，朝长青道：朕会安排营救福星，你先带着恒儿回去吧。看他这样子，朕容易分心。长青磕了个头，出了御书房，正好与苏韵打了个正面。什么玩意儿？等大皇子登基，你个病秧子，给我提鞋都不配，等着被圈养吧你！呸！苏韵悄悄翻了荣恒一个白眼，转而朝门口的小内侍道：劳烦通禀一声，我有要事回禀陛下。陛下，有关平阳侯府祖坟一事，不知陛下可是听说了？皇上黑着脸：朕刚听说。陛下，事关平阳侯府，可是百姓闹得实在是太过了，还请陛下派兵镇压，不然真的是要闹出乱子来的。臣来的时候，百姓已经把西秦使者扛出去游街了。皇上明黑的眼底倏忽间就是一亮，发展到这一步了。苏青让平阳君把西秦武士的尸体带回京都，没想到老百姓反应这么快。游街，尽管那里有禁军把守，西秦使者自己也带着护卫，几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怎么能把使臣扛出去游街呢？怕是西秦使者搞的什么花样吧？陛下，不是几个百姓，是全城的百姓，全城的百姓都冲到行馆去了。大睁眼看着苏韵：你确定是全城？只要不是行动不便的都去了。现在乌泱泱的人把西秦4个使臣外加杜尚书游行到街头了，逼着他们交出福星，说若是不交人，就一个县一个县的把他们送回西秦去啊！我靠，场面这么浩大吗？哎呀，朕好想亲自去看看呐！这真是一个县一个县的把杜之若一路运回西秦，那别的不说，我大夏朝子民团结一致可烁金的名声，那可真是远播了。谁要是想入侵我大夏朝，就得先掂量掂量我大夏朝民族的彪悍跟团结。国土不可分割，人心同向啊！皇上激动又豪迈，眼底闪着一光泽，红光满面。陛下，要是任由百姓如此鲁莽，怕是要酿成大祸的呀。平阳侯府祖坟那边臣去看了的，没有那么严重，想来这件事情是有误会的呀。臣想西秦使臣是不会无缘无故袭击我祖坟的呀。许是福星和使臣闹起矛盾，福星的性子陛下也知道，一贯的蛮横，这双方打斗起来也是有可能的呀。苏大人这话听着像是胳膊肘往外拐呀，连百姓都知道西秦使臣抓了福星，要把人救回来呢。苏大人这倒好，上赶着给自己人泼脏水。君臣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阉人开口了？杜之若入京不进宫，连百姓都知道，他这是对陛下的大不敬。苏大人不知道苏大人心里是陛下要紧，还是西秦使臣要紧？陛下明鉴呐，臣绝无此意，就是怕因为臣一家的事情动了国之根本呐。国之根本是什么？是江山社稷。江山社稷的根本是什么？是黎民百姓。如今黎民百姓都知道，国之耻辱，匹夫有责。苏大人身为朝廷栋梁，怎么倒是把匹夫有责的百姓视为洪水猛兽？苏韵张嘴正要开口，苏大人说这是苏家的一家之事，可苏大人忘了，九王妃是皇室的人，西秦使臣抓了九王妃跟前的人，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把我大夏朝的皇室放在眼里。还有，苏大人难道不觉得您此时此刻的冷静、淡定、从容，仿佛被人刨了的祖坟，压根儿和您一点关系没有吗？不知道的还以为平阳侯府的老夫人不是您的亲娘呢。苏韵顿时心头一虚，平阳侯府老夫人当然不是他的亲娘，他的亲娘是镇国公夫人。陛下，臣真的是怕引起两国纷争啊！怕引起两国纷争就一味的退缩吗？凭什么西秦不是退缩的一方？我们就是。苏大人真是连大夏朝的百姓都不如啊！
陛下，福公公说的对。陛下，若当真是因为平阳侯府祖坟的事引起两国征战，此时尖子兵大赛在即，庆儿要上赛场，我大哥又在南梁作战，和西秦一战，吃亏的是我们呀！陛下三思呀！你认错方向了，百姓抓了西秦使者，不是因为你平阳侯府的祖坟，所以呀，这件事情你不必着急往自己的身上揽责任。哎呀，没什么可不可的啊！福星对于苏青有多重要，你知道吗？你是知道的。苏青对于大夏朝有多重要，那也不必朕多说。如此一来，也就是说，福星对于大夏朝很重要。他们抓了福星，被我大夏朝的百姓围攻，这是理所应当的。难道你觉得外国使臣为非作歹，我朝子民麻木不仁，视而不见才是对的吗？可当真就要把西秦使臣一个县一个县的运回去吗？皇上一笑，有什么不可以的？也正好，朕也想见识见识我大夏朝子民的厉害。还气着呢，消消气儿。陛下，这什么人呢？朕若是没有猜错，他这般做，该是受到了荣瑞和齐王的教唆。陛下说的是他们进京了？进京倒是未必，可能是有人传话。苏运是什么性子，朕还是知道的。若非齐王授意，他怕现在还在街头巷尾看热闹呢。若当真是齐王授意，只怕齐王是与西秦勾结了。要真是勾结了，倒是省了朕许多的麻烦。陛下，您派出的暗影怎么还不回来？福星到底怎么样了？奴才一辈子没这么交心过。你放心，西秦抓了福星，为的是更大的图谋，一时半刻福星是不会有事的。而此时，放了我，放我去见你们的皇上。至于你们说的福星，我一定给你们找到。你能找到？能找到，能找到。你不是说不知道什么福星吗？你不是说人不是你抓的吗？怎么找？我一定能找到。对，一定能找到，一定。这辈子就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百姓，这是百姓吗？这是狼群吧？大夏朝的百姓该不会都这么凶猛吧？大家伙，只听那边传来消息了，他们已经准备好无缝对接了，花鼓鞭炮也都准备好了。为了迎接他们，好像专门把中秋节的鞭炮拿出来，准备一起炸了。不放了。福星就在定国公府。人群外，苏青立刻调转马头，直奔定国公府。一小部分顶着另外4个使臣奔向定国公府。定国公府来咱们府做什么？咱们府里又没有福星。再说了，咱们国公爷是大夏朝的栋梁。几个守卫瑟瑟地望着渐渐逼近的人群，反应快的一个撒丫子就朝府里跑。卧房里，外面鬼哭狼嚎什么？奴才去看看。砰的一声巨响，大门守卫鼻子里流着鼻血，踩着门板就冲了进来。什么？快去调集府中所有护卫！大人，是普通护卫还是咱们真正的护卫？罢了，不必拦了。本官是大夏朝的官，没有必要拦自己的百姓。总不能说福星就在他的府里吧？苏运呢？有信儿没？还没有。交出福星！交出福星！交出福星！还我福星！还我福星！还我福星！京都的百姓挥拳嘶吼，热血沸腾。他们头顶飘着4个使臣，脸色寡白。他们说什么？说交出福星。定国公正头大之际，没有门板的大门，几个长街的大爷大妈扛着一个使臣进来了。光溜子使臣趴在大爷大妈头顶，定国公看到使臣，脸都绿了。成何体统？你们胡闹什么？还不快把使臣放下来！国公爷的话，咱们不能不听，把人放了吧。放了人可以啊，交出福星。福星被抓，我也痛心疾首。可你们不能用这种粗暴、残忍、野蛮的方式来找人呢。况且，就算是我找到我也……国公爷，您赶快把人放了吧。杜尚书已经被运到真定去了，怕是要被炸死。你坐在床榻上，是不知道我们的苦啊！你上来试试，赶紧的，把人放了吧。别的再说别的，先把我们放下来再说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定国公一合计，纹丝不动。光溜子使臣急了：正熙，你见死不救，你以为你自己就能？你冷静点。我冷静不了。他娘的，谁能冷静谁来试试。就这么被在大街上游行一圈，没疯了都是心理素质好的。你少说风凉话，快点放人！这一刻，使臣比百姓都迫切地见到福星。屋里，大爷大妈扛着一个使臣和定国公交涉。屋外，一群百姓已经开始在定国公府搜寻。定国公夫人坐在窗边，冷眼看着外面。我就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
找福星是吗？我屋里没有，不过你们若是不信，可以搜一搜。外面做什么呢？闹哄哄的。好像是西秦的使者抓了福星，使臣嫁祸咱们国公爷，说福星在咱们府里，老百姓来要人了。不是嫁祸，是真的在。可这种事儿，西秦使臣那帮蠢驴怎么就招了？快去叫上夫人，我要进宫。正忙，一群百姓涌了进来，老夫人黑着脸坐在那儿，盯着进来的百姓。滚出去！说话尊重点。我尊重你，我是定国公府的老夫人，你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个老百姓，但是你们吃的米都是我们种出来的，定国公拿的俸禄也是我们缴纳的，所以尊重点，听到没有？滚出去，不然我不客气了。你最好祈祷福星不在这儿，否则可能会在你对我不客气之前，有人对你不客气。他语落，苏青从外面走进来，手里一根鞭子，让老夫人的头皮结结实实一麻。救王妃，福星他……苏青的鞭子直接碰到老夫人的嘴，吓得老夫人以为自己的嘴要被抽掉了，一个提气，险些昏厥过去。听过一句话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主动交代从轻处罚，顽固不化罪加一等。说，福星在哪儿？老夫人心里真的很恐惧。我知道西秦使臣抓了福星，王妃盛怒，可定国公府是陛下御封的一品府邸，王妃带着百姓擅自闯入，这不合规矩吧？何况我不知道福星在哪里，我怎么可能知道？给我锁了，什么时候找到福星，什么时候把人放出来。你没有权利锁我。我是没有权利，但我有能力。外面成群的百姓将国公府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有找到福星。我都说了，我府里没有福星，你们找错地方了。苏青拿着鞭子立在一侧，鞭子再朝定国公受伤的腿戳了戳，当真没有？九王妃是要用这种方法屈打成招吗？可惜，就算我想招，我这里没有，也招不出来呀。王妃，外面来了一个使臣说，他想起来了，有个密道，福星应该被关在那里。你们要不要这么积极呀？废话，你上来试试。怎么样，国公爷想不想和我一起在你府邸探个险？我相信你一定不知道你的府邸有一条密道。把他的床给我卸了，抬出去。是。苏青，你疯了，擅自带兵进我的府邸，你知道是什么罪吗？对了，忘记告诉国公爷，如果福星当真在你的府邸，我会宰了你，到时候新罪旧罪，跟我一起去父皇面前领。定国公正在床榻上，出了屋，他才终于理解为什么西秦的使臣不顾死活也要招了福星的藏身之地，剥成光溜子，被愤怒的百姓顶在头顶，全身上下时时刻刻遭受着各种攻击，后背大腿也就算了，其他的地方真是……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最为残酷的刑罚了吧？你们怎么能这么残忍？我大夏朝的百姓一向温和，什么时候你们成了这般野蛮？老百姓无数双眼睛看着定国公，犯我大夏朝者，虽远必诛。这是平阳君的军号，何况就在眼前。对待找上门来挑衅我们的敌人，不残忍，留着过中秋吗？就是，到底是我们残忍，还是他们抓了福星更加残忍？他们不抓福星，我们能抓他们吗？国公爷是腿受伤了，怎么脑子也不好使了，胳膊肘往外拐？还是国公爷也是共犯？我大夏朝是礼仪之邦，一向讲究和平友爱。啊呸！大夏朝是礼仪之邦，但是我们是懂礼仪的狼，不是任人欺负的猫。我们有礼仪，也有锋利的狼爪。对那些不安好心的外国分子，我们只有爪子，没有礼仪。就是这么大个国公爷，还不如我们有觉悟呢。密道就在假山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启，这个只有定国公知道。无数目光看向定国公，福星就是被定国公关起来的。密道能开启的不止我一个，我的一个随从，他也知道密道如何开启。我是大夏朝堂堂定国公，没有任何理由关了明天就要去比赛的福星，抬我过去，我去开启密道。不过密道我可以开启，但是我要强调一点，人不是我关的，不是。只要能找到福星，什么都是次要的。看着面前的百姓，这一瞬，苏青是感动的。民强则国强，只有这样团结一心、一致对外的百姓，祖国才能如钢铁一般强硬。大锁打开，福星正拿着一个鸡腿儿，盘腿坐在那里吃，他怀里坐着丫丫。大门忽然打开，丫丫原本搭在福星膝头的头
抬起来，一脸不悦地看过来。苏青没听长青说当时丫丫也在场，这只鸡怎么来了？出来吧！不，众人，傻闺女，是不是他们对你动刑了，把你打傻了？福星眼角一抽，震愕地看着大妈，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叫她傻闺女，仿佛她是个女的一样。不是，我就是不想这样不明不白的进来，再不明不白的出去，感觉自己好没有价值的样子。我就想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西秦的使臣把你弄来的时候，你不是清醒的吗？他在外面着急的都打算弄掉自己的孩子，和福星寻求心灵感应了。结果福星抱着一只鸡在这里大块朵颐吃鸡腿，福星眼底露出奸诈的笑容。靠，你提前打个招呼不行了？时间不允许。苏青转头看向西秦使臣，我们都需要一个解释。郑西，苏青微微蹙眉，我是该叫你郑西，还是该叫你郑文卓？西秦前尚书郑昌弘最为看重的幼子郑文卓。此言一出，此时整个大院寂静一片。西秦前尚书，这话什么意思？定国公的爹是西秦的尚书，定国公是西秦的人，怎么会？定国公不是老定国公的儿子吗？四个西秦使臣霎时间脸色煞白。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哼，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就讲给你知道。苏青蹙眉看着福星，福星说不出这么正常的话来。48年前，老定国公率军攻打西秦，那一役是西秦史上败得最为惨烈的一次。老定国公威武，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把战线推向西秦整整5座城池。那时候，西秦皇帝惊恐万分，唯恐战役继续惨败，西秦遭受灭顶之灾，亲自出面割让那5座城池给我大夏朝。我大夏朝的先帝仁厚，没有继续推进战线。虽是割让5座城池，可从那一刻起，西秦皇帝就立下一个毒誓，要覆灭我大夏朝。定国公的脸色已经清白。苏青瞧着他紧攥的拳头，心跳闪了一下。一直以来，凭着上次丫丫抓到定国公府小厮，他和皇上都以为定国公联手的是塔塔尔。可从福星这话看来，塔塔尔怕是只是定国公手里的一枚棋子吧？定国公背后真正的大佬是西秦。我靠，那定国公扶大皇子登基，也只是一招虚晃的棋吧？真是，定国公始终垂着眼帘，完全是一派胡言。我西秦既是当时割地赔款，那是自认技不如人，又何来毒誓一说呀？休要污蔑我朝陛下！四个光溜子使臣有些义愤填膺，不及话音落下，几个百姓砰砰的朝他们屁股出拳。西秦皇帝是不是立下毒誓，这个不重要，毕竟谁都有一颗复辟的心，何况他是帝王。战毕，老定国公班师凯旋，在回京的路上遇到恶霸欺凌少女，多么老套又狗血的戏码。偏偏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那姑娘长得是真的美，勾魂摄魄的美，偏偏又带着出水芙蓉的清纯。老定国公亲自将她从恶霸手中解救，一路带回京都。这个姑娘就是府上的老定国公夫人，原名秦清婉。西秦前尚书郑昌弘府中歌姬，老定国公出身寒门，对妾室并不看重身份，先头爱慕这个秦清婉，便娶作为妻。婚后10个月，生下了定国公郑西，不，郑文卓。叫你郑文卓，是因为在郑昌弘家的族谱上有你郑文卓的名字，有他秦清婉的名字。你不是老定国公的儿子，你是西秦尚书郑昌弘的儿子，是秦婉嫁到老定国公府上的时候已经有了你。胡言乱语，完全就是无稽之谈，想要污蔑我，何须如此拙劣的借口？老定国公一直都拿你当自己的儿子，直到有一日，威远老将军率队出使西秦，在郑昌弘的书房无意看到一幅画，少女婀娜，幼童无邪，画上人物正是秦清婉和只有3岁的你。王妃，你是要用这样迷惑心智的方式除掉我吗？王妃的手段真是高明啊！多谢夸奖。威远老将军看到了那幅画，怀疑了秦清婉和你的身份，等他回京将此事告诉老定国公，3日后老定国公因病暴毙。这话一出，整个人群都愤怒了。娘的，人渣！老定国公亡故那一年，你16，披麻戴孝后，你就是新任的定国公。秦清婉张罗了你的婚事，给你娶了塔塔尔的姑娘。你府中那么多孩子，全部都是你亲生的，你却唯独对你夫人生出的3小姐郑若曦视若仇敌。外人都知道，定国公府3小姐备受府上长辈宠爱。事实上呢，秦清婉好女风，你就把郑若曦送到她的床榻上去。只怕到现在，你夫人都以为是秦清婉自己看中了郑若曦，却无人知道是你安排了自己的女儿和自己的母亲。人群再次炸裂，信息量太大，这也太劲爆了。你还是人吗？
定国公差点就直接被踢死了。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这明摆着就是九王妃要排除异己，胡编乱造，你们都被他利用了，可悲呀，可悲呀！全京都的百姓都被人玩弄于股掌间，大夏朝的悲哀呀！闭嘴！你叫郑熙，却给自己的女儿取名郑若曦。若曦，按照我朝的习俗，这是犯了忌讳。可你不仅不觉得忌讳，甚至在族谱上给郑若曦的名字直接写为郑若曦，和你的曦一样的曦。为什么？因为郑若曦长得最像郑昌红。你是西秦人，从一出生就背负着颠覆大夏朝的使命，可你偏偏又是大夏朝位极人臣的定国公的爱子。你恨自己的矛盾身份，你恨郑昌红给你的使命和血液，你把这份恨转移到了和郑昌红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郑若曦身上。看到郑若曦受苦，你心里就变态的畅快。如果你是定国公的儿子，你就是光明正大的人，可你不是，你注定一辈子都要活在隐藏的暗中。然而这种隐藏的暗中也不是那么的好过。老定国公知道你的身份，所以他暴毙了。这世上还有一个人知道你的身份，那就是威远老将军。所以16年前威远军与南梁和北燕作战的战场上全军覆灭，人人都以为覆灭威远军的是南梁和北燕，是镇国公和云王做了刽子手，谁又知道幕后有一个推波助澜运筹帷幄的定国公呢？威远军，威远老将军，那是大夏朝子民心中的神。编，你继续编，想要给人泼脏水，想要利用舆论毁掉我。九王妃，你成功了，但是人在做，天在看，世道有轮回。苏青看着定国公，脑子里却是有些回不过神来。这样的事儿福星是怎么知道的呢？许多事仿佛他亲自经历一般。郑若曦的事儿就罢了，毕竟郑若曦和他们差不多大。可威远军当年被覆灭的事儿呢？16年前，福星也才刚刚出生而已。他是怎么知道的？脑中有什么东西浮光掠影，捡到那只鸡开始，暗暗改变了方向。眼角一抽，苏青看向丫丫，恰好丫丫也在看他，满目慈爱。我很想知道16年前你是如何安排了镇国公和云王对威远军下手的。云王那个人心术不正，可镇国公还行，起码不会做那些对大夏朝江山不利的事。可是他偏偏做了，你是怎么唆使了他的？无稽之谈，我无从回答。今儿我认栽，没什么好说的，要杀要剐，随便九王妃了。哼，这个不回答也行。那你说说为什么要绑架我？不是我绑架的，我没有任何理由绑架你。大家听清楚了，平阳军是不会骗人的，更何况里面还掺杂了威远军的事。这件事咱们不能不问个明白。我想在场的大家伙，你们家里也有当年的威远军吧？当年冤死在战场上的兄弟父辈。这话令所有人动容。威远军是京军，吸收的将士也都是京都人士或者十里八乡的。今儿福星把话撂出来了，咱们大夏朝的子民必须给九泉之下的威远军查个明白，活人要对得起死人。对，人民的审判，审判，审判！群情激愤。九王妃，国家大事，匹夫有责。这件事我们既是亲自参与了，恳请九王妃给我们一个机会，自己个儿问明白自己个儿当年的亲人到底是怎么没的，别闹出人命就行。王妃放心，我家祖传就是杀猪的，祖祖辈辈很多年了，很在手的。杀猪的在手？你是福星吗？您失忆了吗？连小的也不认识了？你知道你自己刚刚说了什么吗？知道啊，刚刚我在替威远军地下数10万英灵伸张正义。你怎么知道是定国公在背后捣鬼？你怎么知道定国公是西秦的人？天哪，主子，您不知道吗？我该知道吗？我不知道。主子别开玩笑了，连小的都知道，主子您能不知道？不可能。现在的福星的确是他的福星，活宝福星。可刚刚在密室里盘腿抱着丫丫坐在那儿质问定国公的福星，那个满目老练满目沧桑的福星是谁呢？苏青朝丫丫看过去，丫丫一声鸡叫，忽然扑扇着翅膀跳下福星的怀抱，扭着屁股一阵疾走回了密室，须臾又折返回来，用鸡爪子拖出一本不太厚的册子。苏青狐疑地看向丫丫，俯身捡起来，定国公府族谱，郑若曦，果真是郑若曦，不是郑若曦。这里2个曦字是不同的，一个是晨曦的曦，一个是康熙的曦。也就是说，方才福星说的话
都是真的。丫丫又返回到密室，不大一会儿，鸡爪子又拖出一幅画轴。不是吧？年轻的时候，秦清婉和3岁的定国公。丫丫用鸡爪子在画轴上拍了2下，双目灼灼地看着苏青。苏青和一只鸡有心灵感应，这真是果然，年轻貌美的秦清婉，天真无邪的定国公，一侧还有西秦尚书郑昌红的落款，这些是从哪儿弄来的？丫丫弄进来的。主子，小的和西秦武士在坟地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是丫丫忽然出现。丫丫和小的说，让小的放弃抵抗的。他和你说？他怎么和你说？用嘴吗？他怎么和你说的？丫丫就是扑腾着翅膀扑到小的怀里，小的就明白了。苏青，合着我心急如焚的想和你心灵感应不到，是因为你正和一只鸡感应去了？那个之前定国公不是一直想弄死丫丫吗？怎么这次倒把你们一起关进来了，没下手？主子不知道，丫丫可聪明了。他在坟场给小的暗示之后，他就跑了。那些西秦武士压根儿没有抓到他。后来小的被关在这里，丫丫自己进来的。他急得都快要堕胎了。这只鸡知道福星就在这里，却不告诉他。什么蠢鸡！心头才腹黑，丫丫忽然扇着翅膀跃起，直接扑到苏青肩头，朝着他脑袋啪的一爪子拍下去，就跟爹教训不孝女似的。苏青直接被丫丫一爪子拍懵了，福星吓了一跳，连忙把丫丫抱在怀里。主子，您堂堂王妃大将军，是不会和一只鸡计较的，对不对？况且他还是护国神鸡，还立过功。摸着自己被一只鸡拍过的头顶，所以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有关定国公一切的？小的刚刚说了呀，小的一直都知道啊。知道你怎么不说？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在刚刚之前你怎么不说？以前是不知道，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的，就是突然就知道了。反正我现在知道。看着福星，看着丫丫，他脑子里想的是，居然是福星被丫丫的灵魂上身了。靠！大白天就见鬼了，可又忍不住想，丫丫是怎么知道的呢？她只是一只鸡啊，难道是鸡妖、鸡精，或者是被什么大人物附身了？要是被附身了，那丫丫被哪只了不起的鬼附身了呢？一定是和威远君有关，该不会是威远老将军吧？英勇不凡的威远老将军成了一只鸡。苏青脑子里正盘旋着这些，涌动离开的人群再次折返回来。人海里除了西秦使臣和定国公这5艘小船，还坐着京兆尹和刑部尚书。问出什么了吗？有关镇西是西秦尚书郑昌红的儿子这一点已经确认无疑了，下官也已经记录在案，稍后就能进宫去禀明陛下，只是缺物证。这个算吗？刑部尚书眉心微蹙。算，太算了。王妃在哪儿找到的？护国神机找到的。2人齐齐看向丫丫，不过就是微微一惊而已。人证物证口供俱全，下官一会儿就进宫回禀。那个，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抓我吗？刑部尚书看着福星，眼底带着一缕同情。据西秦使臣说，你应该是福公公的孙女，他们抓你是想要用你来威胁福公公，从而危害陛下，而定国公想要用你威胁福公公，帮助逆贼荣瑞登基。福星仿佛耳边炸了个雷，瞠目结舌地看着刑部尚书。我有个爷爷，我是福公公的孙女儿，怎么可能啊？我怎么可能有爷爷？我是个孤儿啊！转头看着苏青，主子，我是孤儿对不对？我没有亲人的，我是个孤儿，是不是？你告诉他我是个孤儿。何止福星震惊，就连苏青都是惊讶的。隐隐约约的噩梦里，福星和他一起出现在那个满是虫子的梦里。这个梦这些年总是持续存在，可他又看不真切，到底是什么？而福星从他的记忆起，福星就是他的随从，和他一起女扮男装，和他一起征战沙场。至于福星的身世，父母没有说过，他也没有问过，福星自己也从来不提。福星是福公公的孙女。看着刑部尚书，苏青一脸肃然。确定吗？是西秦使臣说的，没什么确切的证据，是不是真的还要问过福公公。苏青转头朝福星道，这件事主子，我们现在就进宫，现在就去问，好不好？好。方才担心定国公命令他府中暗卫对这些百姓下手，苏青专门调集了一部分平阳军，没想到从头到尾定国公的暗卫都没有出现，留了平阳军把守定国公。苏青带着浩浩荡荡的人群直抵皇宫，
到了宫门口，王妃，他们5个要不要找件衣裳穿上？何必呢？做的是没衣裳的事儿，穿不穿都一样。毕竟是进宫啊，这宫里娘娘公主什么的，京都百姓围攻西秦使臣这件事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了，能让你们国体的也就只有你们西秦的国旗了。我大夏朝的东西你们不配。刑部尚书面向一群百姓，大家今日所为，本官着实感动。平阳侯府的苏大人一样对大家感激不尽，已经在福源酒楼定下了酒席。各位辛苦了一日，不如去痛饮一番。待本官从宫里出来，亲自去福源酒楼告诉大家陛下的处罚结果。大人怎么知道我二叔在福源酒楼定了酒席？我不知道啊，不过大家今儿这么卖力，也给平阳侯府的祖坟讨了一个公道。这苏大人请个客也是应该的。御书房里，刑部尚书将口供和族谱画轴递上，福星立在苏青一侧。在皇上看口供的时候，福星就一双眼睛看着福公公。焦虑了一天的福公公此时眼睁睁看着自个儿的孙女儿就在面前，心头踏实无比。皇上看着口供，越看脸色越黑。他一直以为害死威远军的就是镇国公和云王，一直以为只要弄死这2个，就算是为威远军报仇了。没想到定国公才是那个幕后主使。福星忽然一步上前，扑通就跪下了。陛下，福公公是我爷爷吗？原本垂眸而立的福公公直接像被电击了一样，羽节一颤，震愕抬眸看向福星，眼底老泪纵横，疏忽就泄了下来。福星认真充满祈求地看着皇上，紧紧地抿着嘴，不让眼底的泪落下。皇上看着福星，忽然心头狠狠一抽，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当年的他就这么站在熹贵妃的寝殿外，远远地看着熹贵妃，内心无比渴望他能过来给他一个拥抱，告诉他他是他的儿子。那种对亲情的渴望与盼望，疏忽间劈头盖脸地砸在皇上心间。他的母妃这辈子无缘再见。闭了闭眼，皇上敛了思绪，朝着福星和蔼点头。应该是。福星噙在眼底的泪哗就落下来，一把扯住苏青的手。主子，你听到了吗？陛下说了，福公公就是我爷爷，君无戏言，一言九鼎，我真的有爷爷了。哪怕不是亲的爷爷，是圣旨赐下的爷爷，那也是爷爷。从前皇上问他，就不想知道自己的身世吗？福星满口否定，不想，不想，是因为从来没有过想的希望。福公公看着福星，到现在脑子还反应不过来。他一直以为他与福星怕是永远这么保持下去了，现在他突然就是爷爷了。爷爷！福星激动落泪，看向福公公，脆脆的声音落在福公公耳中，与当年那个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爷爷重合，眼底的泪像是决了堤，怎么也落不完。哎，好囡囡！颤颤巍巍的声音，福公公拿手抹泪，泪水实在是讨厌，遮挡了眼睛，他都看不清福星了。皇上，这种亲人相认的场面真是有点伤不起啊！他呀，好想念他的母妃，真是。你们祖孙俩该是有好多话要说，那这里呢就不用你伺候了，去偏殿歇着吧。哎，老奴谢陛下恩典。爷爷，待他们离开，御书房里一时间静默无声。光溜子太久的一个使臣忍不住打了个喷嚏，结结实实响亮的一声打破了御书房的气氛，所有人的目光落向他。抓了福星，想要威胁福公公来害朕，你们也未免太低瞧了福公公了。他在乎福星是没错的，他在乎亲情，可是我大夏朝的子民从上到下可都有一个底线，不像你们，不像你。定国公始终垂着头，到现在他人都是懵着的。今儿早上他还是定国公，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现在他的身世就被扒得一干二净，还被游行了。在大夏朝忍辱负重几十年，就换来这么个结局，斗赢了大夏朝那么多高智商的朝廷栋梁，甚至还教唆了郑国公。
却栽在一群愚昧无知的老百姓手里。都说人民的力量是可怕的，这也太可怕了吧。哦，对了，你的贴身随从啊，就是你派去塔塔尔送信那个，现在在朕的密室里关着呢。一会儿啊，你找他去做个伴去啊。始终无法接受自己惨败的定国公顿时抬头。怎么，很惊讶？哎，不必惊讶，是朕的护国神机抓了你的护卫。朕都说了，朕的江山是有佛祖庇佑。你们偏不信，偏要来挑衅。怎么，现在信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身份被暴露了，反而是好事啊？最起码做得少，错得少，不至于带着西秦落入朕的瓮里。您要如何？就算臣的身份败露，就算他们几个所作所为有违两国和睦，可只要西秦对我们做出严惩，您还能如何？你真是不了解朕呢。当时镇国公同伙太后在宫中刁难苏青的时候，你还记得福星说过什么吗？定国公摸不清皇上的意思，不明白皇上此时为什么提起这件事。福星说，苏青是大佛寺开光的祥瑞，谁跟他过不去，那就是跟老天过不去，必遭天谴。你既然是荣瑞一党，就应该知道当初荣瑞抓了福星，他得了个什么下场。如今你们居然还有胆量再抓福星，从这一点上，朕是敬佩你们的，敬佩你们与天斗的勇气。不过你郑西连福星养的一只鸡都斗不赢，朕不知道你的勇气从哪儿来，居然想着能够斗赢福星。定国公，如果不是你们抓了福星，今儿你们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如果不是杜之若不知死活的去当众羞辱恒儿，他也落不到这个地步。可见我大夏朝的江山的确是有祥瑞庇佑，你的身份不败露，朕只想借用你来夺了塔塔尔的军马权。现在朕真是要感谢你，给了朕更好的选择。你要做什么？带下去。陛下欲要如何？危言耸听吗？陛下要对西秦如何？你觉得朕会回答你吗？不要强行给自己加戏啦，堵了嘴，带下去。光溜子定国公被带了出去，轰轰烈烈的一生就这么赤条条的结束了，结束的猝不及防。两国交涉，不斩来使。放心，朕不打算斩你们。不过杜之若现在好像被运到真定去了，就是不知道下一步我朝的百姓打算把你们的杜尚书运到哪儿去啊？是不是真的要一路把他递回你们西秦去呢？苏青，这是快递的雏形吗？4个使臣这才想起杜之若。朕没有别的要求，就一点，朕要白银100万两。你们是要体面的回到你们西秦，还是要如何？自己选择。西秦使臣抽着眼角看着皇上，陛下，100万两，臣等实在拿不出来呀。少给朕来这一套！你们4个人每个人凑25万两，就是100万两了。你们在西秦的地位，朕是知道的。25万两对你们来说的不是什么难事。话音儿一顿，皇上忽然微微蹙眉。是啊，25万两对你们来说一点难度都没有。那这样吧，你们每个人出50万两啊，一共凑齐200万两给朕。陛下，您这是在抢！苏青默默翻了个白眼，准确的说是在勒索。对，还有杜之若，你们每个人50万两。杜之若比你们的身价高，这怎么也得80万两。一共是280万两银子。朕不勉强你们，你们自己选择啊。要么是你们出银子，要么朕派兵把你们送回去，顺便把你们在大夏朝的光荣事迹也送回去，让西秦的子民们也知道你们这光辉的形象。 4个使臣彼此一个对视，很快做出决定。陛下，且容我们一些时间，让府中家人送了银两过来。哎呦，几位果然是痛快人呐！快给几位大人拿衣服穿，这都入秋了，这光着很容易生病的。当着您的面穿吗？算了，不重要了。皇上话音落下，忽然意识到苏青还在旁边呢。确切的说，苏青整场都在。那苏青岂不是看到了？这是他儿媳妇啊！皇上抽着眼角，是都看到了。父皇，都不值一提的东西，全都不如九殿下。皇上一张老脸，豁的就震惊了。儿媳妇，你在说什么？苏青，靠，不是您让我说的吗？朕是个变态吗？我自闭了吧。眼看尖子兵大赛就要开始了，杜尚书若是不能够为贵朝主持大局，还要有劳几位了。祝你们在大夏朝有一个愉快而美好的比赛。
那朕就不留你们了，记着把银子送来。陛下，杜尚书那份80万两，臣替他出了，恳请陛下送杜尚书回行馆吧。好。一出宫门口，3个使臣就朝为首的那个道：为什么要替杜尚书出啊？若是不出，按照大夏朝皇上的性子，只怕杜尚书真的要被大夏朝的百姓运回西秦去。到时候他那般回去，我们却是另一番方式回去，陛下那里如何解释？唉，回去飞鸽传书吧。西秦使臣一走，哎呀，有了这280万两，咱们一统各国的军费就算是到齐了。苏庆，这话要是让西秦的皇帝听到，不知道会不会吐血暴毙。昨日下午，朕收到你母亲的来信，她已经抵达了赤云军。赤云军那边一切准备就绪，将士并无异心，完全可以迎战。我娘去了赤云军，她去赤云军干什么？大人的世界果然是太复杂了。既然父皇对此次出征势在必得，儿臣能做的唯有誓死效命。什么誓死效命？那必定是凯旋大捷。苏庆扯嘴一笑，没有说话。尖子兵大赛准备的如何了？明日顺利出发，父皇放心，没问题的，一切就看宋熙那里了。提起宋熙，就想到五皇子。五皇子与他说，他去面山寺过去了。他派去保护宋熙的暗影传回消息，宋熙出发的路上，老有2个乞丐不远不近的跟着。真是他的蠢儿子。目光在苏庆的腹部扫了一眼。哎呀，朕的壮孙可千万正常点啊！不求你像朕一样集智慧与颜值于一身，那起码你跟先帝差不多也行啊。也行。那个之前只以为定国公跟塔塔尔别有所图，现在呀，知道定国公是西秦的人，咱们之前有关荣瑞的那个计划就要稍作变动。儿臣听父皇安排。有关苏青的秘密是不能再瞒着苏青了。你二叔苏运很早以前就和齐王以及荣瑞勾结在一起了。苏青忽地抬眸看向皇上，他二叔还有这个本事与胆量，没看出来呀。皇上语落，朝刑部尚书看去，一直沉默立在一侧当透明人的刑部尚书。那个九王妃，您的祖母可能不是正常死亡，她被装入棺椁的时候还是活着的，不知为何被装进去，又不知为何棺椁的气孔被人全部的密封，他是活活的被闷死在里面的。苏青瞠目结舌地看向刑部尚书，苏运把老夫人给活葬了。等等，福星说苏运葬了老夫人用的是他的棺材，那个棺材是福星给他参加尖子兵大赛用的，准备来睡觉的，为了保证不进水，福星堵了气孔。这么说，眼角一抽，苏青心头有些复杂，这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吗？皇上瞧着苏青面色，疑惑道：你就不震惊？毕竟他不是江心月。刑部尚书皱了皱眉，什么意思？总而言之啊，朕就是要告诉你，苏运不是什么好东西，将来动手的时候，朕希望你不会手软。父皇放心，不会的。苏运是郑国公的儿子，他手软什么？再说了，他爹是江心月的儿子。再说了，她不是他爹的闺女。综上所述，他与苏运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啊！狗血的家族史给他带来的巨大便利。御书房里，定国公郑熙欲图谋朝篡位，罪无可赦，明日午时合府问斩。陛下，定国公夫人朕心甚念塔塔尔草原多年功劳，鉴于定国公夫人是塔塔尔草原首领最为看重的女儿，免其死罪，你安排人将她遣送回草原。是。送她回去的路上，务必让她知道苏运和齐王荣瑞是一伙的，苏运是定国公一党的。臣明白，一定办好。至于定国公府查抄的家产，在京都建2所学堂吧，京都的孩子凡是适龄的均可免费入学，定国公的家产就用作学生的教育经费。殿下，学堂1座许就够了。朕想办1座女校。刑部尚书微惊，哎呀，这女子未必不如男呐。那你看看苏青，这女儿身哪点比男子差了？苏青是平阳侯培养出来的，她的人生没有被耽误，可还有那么多女子，她们一生的命
命运从此似乎就被注定了，嫁人生子啊！朕想他们应该有自己更为广阔的天地，男子可以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和荣耀家族，这女子也一样可以，她们一样可以像苏青那般活着。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内宅清亚，创办学堂的事，你和户部工部商议着来。朕只要一点，这学堂只面向普通百姓，要秉承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至于先生文师，朕来定夺。武师有机会，朕见一见三合堂的少帮主。刑部尚书大惊：陛下，朝廷和江湖一向无往来呀。三合堂是王氏的产业，你知道王氏是谁吗？刑部尚书大睁眼摇摇头。她是王昭之的女儿。刑部尚书差点惊得跪了。王大人，早在先帝时期，王昭之就想要创办军事院校，专门培养高素质将士。秦苏是王氏选定的三合堂的继承人，让他来做这个学堂的武师指挥，很合适。难怪王氏那么厉害。陛下，王大人他还活着，现在去赤云军替朕组织赤云军了。等等，不是去赤云军的不是大佛寺的老和尚吗？我靠！大睁眼，刑部尚书一顺不顺地看着皇上。他就是王大人。皇上笑得一脸老奸巨猾。陛下，您为什么要告诉臣这个？一种又被皇上坑了的感觉。你去执行吧。刑部尚书，我不想知道这么多秘密啊！没听过一句话吗？知道太多容易被灭口。真是告诉他干嘛？一脸的义愤填膺。刑部尚书出了御书房。大佛寺的老和尚，王氏他爹，难怪他要给苏青开光，说苏青是大夏朝的祥瑞呢。夸自个儿外孙女儿谁不会啊？害得他还真以为苏青是个祥瑞。苏院正半死不活的叹气：大人，宫里公公来传旨了。谁来要银子了？苏大人放心，咱家传旨，不收您的银子。臣接旨。而此时，羊汤馆里，一个道士，一只鸡，已经60多岁的店家看着自己店里这仅有的一桌客人，使劲地揉了几次眼，看一眼，一个道士一只鸡，再看一眼，还是一个道士一只鸡。是他老眼昏花了，还是这个道士疯了？请一只鸡吃饭，这什么世道？当真是活久见。道士拿出一锭银子：今儿你这家店啊，我们包了，想要说会儿话。用不了这么多的银子啊，拿着吧，我们兴许在你这店里啊吃住好几天呢，就当是提前预交了。要是天堂叫我就在门口。门口有个快散架的摇椅，他半闭着眼躺在那儿，记忆犹如洪水冲击着老者早已沉寂的心。上一次见有人拿筷子接碗，接得这么准这么稳，出手这么快，还是在宫里。那个时候，现在的陛下还是个皇子，宫里是先帝的宫里，他手背上有刀伤，端茶倒水总是不利索。多少年过去了，先帝最爱吃的是他做的一碗羊杂汤。先帝的密室放着锅碗瓢盆，给他专门做羊杂汤的。别的记忆都模糊了，就记得王兆之被问斩的那天，店里镇阳子端着羊杂汤，眯着眼喝了一口。这世上啊，什么都比不上这碗羊杂汤。他对面丫丫翻了个鸡眼，低头去碗里喝了一口，咕咕了2声。他在定国公府费尽力气去寻找定国公家的族谱，怎么都找不到，为此甚至烧了定国公家的书房密室，砸了他家的祖宗祠堂，还是一无所获。镇阳子就去了1次，不仅找到了族谱，还找到一幅画，真是讨厌。不过羊杂汤真是好喝，喝一口全身通畅，就是这个味儿有些熟悉。丫丫抖了抖鸡毛，抬头咕咕2声，看着镇阳子，是他做的。丫丫转头朝大门的方向看了一眼，又咕咕2声。你也知道家里呀儿女不孝，当初他在我身边做事的时候，家里儿女就为了银子闹得不可开交，六亲不认，只认钱呢。后来他也是没办法，我假装暴毙，他就跟着假装暴毙。儿女们见他死了，不闹腾了，都搬回老家去了，他就自己在这里开了个羊汤馆度日，不想再招惹他那些儿女了。丫丫眼底带着同情，发出一声鸡的叹息。先帝跟前的大总管地位显赫，银钱也不算少，这样的身份却是熬不过家里的不孝儿女。丫丫叹了口气，各人有各命，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
你放心和青儿去参加尖子兵大赛吧。京都这里有我呢，我镇着出不了事。丫丫眼底泛出一股鄙夷，要不是你当年老糊涂，齐王至于还能蹦跶到今天吗？还出不了事儿，有你才不放心呢。镇阳子喝了一口汤，哎，我能怎么办啊？都是我的儿子，谁我也不忍心看他死。辉儿是个好孩子，恒儿也是个好孩子，青儿也是个好孩子，都是好孩子。丫丫盯着镇阳子，目光复杂，好想说句话呀，怎么他就不能是只鹦鹉呢？非得是只鸡，怎么鸡就不能和鹦鹉一样说话呢？真是愁人。镇阳子又喝了一口羊杂，咱们老哥几个呀，现在就剩咱们3个了。我是真没想到，当年你居然救了王兆之，就冲这一点啊，我谢谢你，真的，我给你磕头我都愿意。提起王兆之，镇阳子眼里泪哗哗的落，真的。我这辈子呀，做的最混账的2件事，一个就是处斩了王兆之，一个就是当年杖毙了你妹妹。我真不是个东西呀。丫丫点了点头，的确不是个东西。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和你解释你妹妹那件事啊，其实真的我也是有苦衷的，一面是朝局稳定，一面是他。当时我但凡再有一个选择，我也不会那么做的。丫丫看着镇阳子，明显是不想提这个话题，咕咕2声，低头喝了一口羊汤，鸡爪子伸到碗里蘸了蘸羊汤，在桌上写了几个字。镇阳子探了头去看，皇上想要一统天下，一个字一个字念完，镇阳子惊得眼泪都忘了落。皇上想要一统天下，丫丫点了点头。行啊，臭小子，有抱负。丫丫翻了个白眼，在桌上继续写道：他具体什么计划他也不知道，不过荣琪是他计划里的一部分。谁又有名字了？镇阳子看着桌上的字，你的意思是皇上一统天下，打算拿荣琪做开门石？丫丫点头。他打算怎么开门啊？荣琪怎么就能做开门石了？丫丫摇头，鸡爪子挥舞，又写道：苏青天天看各国的山川地图，尤其是北燕、南梁与西秦，估计是想要用这3国之外的3个小国做利剑，撕开口子。他们这是打算和小国联手夹击这3国，这3个小国未必敢动兵啊，就算敢也是以卵击石，不成气候。不行，我得去阻止他，这太鲁莽了，好好的江山基业让他给毁了，臭小子。丫丫一个鸡爪子在他头上拍了一下。你干嘛呀？丫丫在北燕边境画了个叉。你的意思是我们击破边防不是问题？丫丫点头。镇阳子狐疑的看着丫丫，丫丫一双鸡眼眼底带着老奸巨猾的笑。鸡爪子指了指镇阳子，在桌面上写了2个字：攻占。得了吧，我去攻占，我拿什么攻占啊？丫丫脑子是个好东西，带着点行吗？真是道士当久了，只会坑蒙拐骗了吗？你是不会攻占，我会啊。镇阳子不起眼的羊汤馆里，丫丫与镇阳子激烈的讨论着，画面诡异。我有爷爷了，我有爷爷了，我居然有爷爷了！天啊，我居然真的有爷爷了！我居然真的有爷爷了！我的爷爷，我的亲爷爷，我自己的爷爷！长青端了一盘橘子走过来，放在石桌上，蹙眉看了福星一眼。傻笑什么呢？嘿嘿，跟你说个事儿。一脸神秘。什么事儿？福星朝着长青招招手。靠近点，秘密。长青头蓦的一动，忍不住脸颊有些发烫，心跳有些加快，脖子向前一探，是不是要给他一个名分？福星一双眼珠左飘一下右飘一下，确认周围没有人。我有爷爷啦！平地一声吼，长青噌的就从石凳上跳起来，后退好几步，揉着耳朵，一脸惊恐的望着福星。天哪，已经说了快400遍了，我知道了，你有爷爷了。你有爷爷了，我非常替你高兴，恭喜！我有爷爷了！又是一声高喊，长青，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你有爷爷了，福公公就是你爷爷，你俩都姓福，真是巧了。我有爷爷了！好吃多吃点，
明儿路上带几个呗。带几个？我有爷爷了嘛，我肯定要带几个的。长青，是带几个橘子，又不是带几个爷爷。难道明儿去了大赛现场，你要对每一个参赛队员不停地说我有爷爷了，我有爷爷了？得，不用比赛了，参赛队员都被你念疯了。你放心，你去比赛，我会替你孝顺你爷爷的。讨好未来媳妇儿的上上计就是讨好未来媳妇儿现在的家人。这倒是不用，我爷爷有皇上呢，皇上能照顾好我爷爷，你也不方便，毕竟我爷爷大部分时间都在宫里。啊，不是你爷爷照顾皇上吗？怎么成了皇上照顾你爷爷？皇上一天日理万机的，还是我来孝顺吧。那个怎么不见丫丫？丫丫去哪儿了？丫丫光顾着想了爷爷了，忘了丫丫了。从宫里出来，快到府邸口的时候，丫丫说她要去散散步。下午那会儿，丫丫说她去散步，怎么还没回来啊？她说她去散心了，这都2个多时辰了，还没有回来。不行，我得去找找。放心吧，丫丫那么厉害，不会有事的。明儿就是大赛了，她估计是紧张，出去放松放松。福星抬手拍了拍长青的肩头，你说的对，她应该是去放松放松。第一次参加比赛，是挺紧张的。长青长长的一口气喘了出来，他还以为福星要说什么呢？是分别在即，期望太多了吗？怎么总是觉得福星要给他一个名分呢？你说他要怎么放松啊？长青，这抓只虫子给他吃？你说他会不会去碎花楼啊？去碎花楼？一只鸡去了能做什么？碎花楼的妈妈怎么招待他？您来了，楼上请。然后他耀武扬威的拍着鸡翅膀上去吗？长青目光艰涩的看着福星，咬了咬牙，昧着良心道：有可能，毕竟你喜欢那里，丫丫也有可能喜欢。那的确是个放松的好去处。你和王妃以前都是怎么放松的？原本坐在一侧，正对这段对话翻白眼的荣恒竖起了耳朵。好奇吗？长青点头。去，给我买个麻椒炸鸡，我给你讲。好，等着我。转头就走。荣恒，我也想听。屋顶，苏青眼底含着淡淡的笑，望着院子里，手里拿着一只麻椒炸鸡。明儿就要出发，再见就是战火纷飞后，可以直面任何场合的苏青，唯独直面不了分别，受不了那种凄凄惨惨戚戚，受不了那种舍不得的牵肠挂肚。男子汉大丈夫就该痛痛快快利利索索。长庆的麻椒炸鸡买回来的很快，顺便还提了一坛子酒。接过炸鸡，福星抱着酒坛子朝屋里走。走，和我回屋，我给你细讲。回屋，长庆一双眼嗖的就亮了，火亮火亮的。望眼欲穿，我也想听，能去听墙根吗？长青走到一半，豁地回头，不能，本王是那种人嘛。待福星与长青进屋，想媳妇儿。苏青在干嘛呢？怎么还不回来？立下大旗，绝对不睡的荣恒单手托腮，望着头顶的月亮。他头顶后面的屋顶，苏青半仰在房顶上，吃着麻椒炸鸡，望着荣恒，目光同情。过2天你就要收到我的死讯了。真是人生无常啊！希望大佛寺的钟声与老和尚能够开导你，平安地熬过我的死期。待我荣耀归来，送你一个锦绣河山，我给你打江山，你和我滚床单。哼，美妙的人生。夜深人静，最后一口麻椒炸鸡吃完，苏青抹了抹嘴，起身，脚尖点地，从屋后翻身离开。他一走，荣恒闭了闭眼，起身，回头望着方才苏青坐过的那片地方，目光微凝，负手长立。立了不知多久，忽然一声门响，福星从偏房推门出来，打了个酒嗝，一眼见到荣恒，满目意外。殿下还未歇着呀？你快睡吧，都要天亮了。说着话，福星朝外走，荣恒侧目看着他。大晚上的去哪儿？我们某前集合出发。不知是站了太久腿麻了，还是一夜的情绪经不住这一句话的冲击，荣恒只觉得有些立不住，闭了闭眼，转头不再看福星。福星已经大步流星出了院子，脚步声远离，四下又是一片寂静，静得连自己的喘息声和心跳声都格外的清晰，清晰的让人心塞。缓缓睁眼，荣恒脚尖点地，飞身上了屋顶。摸着早就没有余温的瓦砾，荣恒仰面躺下。不知道苏青为何会坐在屋顶上不肯下来，可他一定有他的缘故。他尊重，思念如潮滚滚而来，满天的繁星诉不尽心头的情。昨日夜里，苏青睡着的时候
安慰来禀，宋熙不是去祭天，而是拐道朝北燕后方的西蜀而去了。宋熙为什么去西蜀？宋熙出发之前曾在宫里住了几日，那些日子不曾听说他在宫里与云霞玩耍。宋熙在宫里的日子，六部尚书频繁进宫，还有父皇下了季节令，京都的平阳军、南边的赤云军、西北的漠军全部集结待命。这意味着什么？荣恒就算反应再迟钝，也知道要打仗了。作为平阳军的首领，苏青不可能不知道。而此时，等我登基。苏阳抬手，手指放在大皇子的嘴边。殿下纵然登基，你我也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殿下始终要后宫佳丽3000，始终要与皇后伉俪情深。大皇子一把揽了苏阳的肩头。后宫佳丽3000，也不及你一颦一笑。你放心，我绝不会负你。苏阳挣脱大皇子，一顺不顺地看着他。当真不会负我？男子汉大丈夫，说话自然算话。那好，我若是做不成你的妃嫔，你就给我最大的官做。没问题。他当初真是吃错了药，才会挟持了杜怀中去十里铺。若是不去，他能成了今日这般不男不女的样子吗？两人正说着话，齐王从外面进来。你怎么进我的屋子，连门都不敲？苏阳趁着大皇子转移了注意力，立刻起身离开。什么你的屋子，我的屋子？你住的屋子是我给你的，这是我的屋子。更何况我是你父王，我进你的屋子敲什么门？那也得敲门。你和苏阳一天到晚神神秘秘的做什么呢？没做什么呀，一起看看书，打发时间，不然能怎么样？冲回京都把皇位抢回来吗？混账，怎么和我说话呢？唉，定国公没了，我们还有苏韵。不可能不知道，何况他近日频繁的进宫，只可恨他现在白天孕吐，吐得天天天昏地暗，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死死地捏着拳躺在那儿。荣恒用力在瓦砾上砸了一拳，一拳落下，瓦砾四溅，裂开的锋利处划破了捏拳的手，嫣红鼓鼓。正躺着，一个暗卫现身。殿下，一共派了3个人暗中保护王妃。立在房顶，暗卫回禀。荣恒的眉心竖得紧蹙。轩上那100号人全部集合，等明日晚间长卿会吩咐任务。暗卫得令，眼见荣恒并无其他吩咐，再下发，飞身离开。屋顶，荣恒盯着漫天繁星，眼神凝重。他安插在南梁的人反馈回的消息，平阳军的主帅苏澈曾3次探入南梁燕王府邸。南梁燕王，前南梁皇帝登基的肱骨之臣。南梁废太子之所以成为废太子，全然拜燕王的手笔。当年湘北那场大火，他派人去查了，结果虽然模糊，可是可以确定的是，大火发生的前2天，燕王曾派人去了湘北。江心月之死，南梁废太子之死，全都离不开燕王的手脚。苏澈作为江心月的儿子，血气方刚，不会不为母报仇的。而燕王此次带队前来大夏朝参加黑狐岭的尖子兵大赛，对苏青怕是也不安好心，否则京都也不会接连5天有南梁的人暗中跟踪苏青。那5具尸体是他送给燕王最好的见面礼。苏青的锋芒他遮不住，更不想遮住。他愿意苏青活得光芒四溢，也愿意苏青默默立在一侧，或者他的身后，力所能及地守护他的安全。身份使然，别无选择。他是皇子，他却是将军。大夏朝可以没有他这个皇子，却不能没有他这个将军。眼看着天要亮了，荣恒缓了口气，翻身下地，天色泛白。荣恒飞身飞到半空，突然一阵反胃，得今日份的孕吐到账。拖着翻滚的胃，荣恒白着脸立在福星屋门口，一把推开大门，落目就看到长青半躺在福星的床榻上，右手搂着酒坛子，左手拿着麻椒炸鸡，睡得昏天黑地。昨天这间屋子到底发生了什么？眼下皇上将定国公的权力给了苏韵，用苏韵我们一样能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你打算怎么做？我安排你和苏阳回京去见苏韵，见了苏韵，让他想办法让我和西秦使臣杜之若见一面。京都城门口上，我的画像这么大，站在100米开外都能认出我来。你让我回京，怎么会？你怎么不会？混账东西，越发没有规矩了。山野里住久了，忘记自己是个皇子了吗？你这个样子，如何继承皇位？我再怎么样也比你强。齐王都快疯了，皇上那个混蛋怎么把他儿子养得蠢得跟驴似的？他明明又有颜值又有智商，儿子怎么能这么蠢？回京一事
我已经替你们安排好了，日落就出发。齐王一走，大皇子转身吊儿郎当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了。殿下，在准备今晚上您和苏少爷进京的事儿。大皇子起身朝院里走，院里赫赫摆了2口棺材，苏阳正立在院子里。这就是我的棺材，这个躺上去会不会不舒服？是有点硬，不过苏少爷放心，奴才们都抬得非常的稳，尽量不颠簸。那个是殿下的。随从应诺。苏阳转头看大皇子，快来看，你的棺材比我的棺材好看。殿下，是齐王让奴才准备的。日落之后，您和苏少爷入关，奴才们抬着您进京。大皇子黑着脸看着棺材。所以本王是怎么死的？齐王殿下说让把苏少爷扮作女装，您2个是殉情而亡。之所以棺椁从郊外抬回京都，是您2个的尸体在郊外被寻到，需要抬回家中举办冥婚。殿下不高兴吗？殿下高不高兴？我一眼就能看出，殿下别拿它当棺材，只当是个有挡板的床榻就是了。重点是，今儿日落之后，我们就能回京了。这棺材样式算得上上乘，木料也不错。10里铺的棺材铺有这样好的棺材？我也觉得奇怪，方才和他们打听，说是齐王殿下特意吩咐下去的，10里铺的掌柜连夜赶工做出来的。大皇子蹙了蹙眉，总觉得这棺材瞧着有点面熟。他怎么会对棺材面熟呢？而此时10里铺的棺材店，小伙计惴惴不安地搓着手来回徘徊。师傅，好像出事儿了。老者蹙眉看着小伙计，出什么事了？傻尸了？不是，师傅，您记得3天前有个大客户来说要订2口样式10星、板材上乘的棺材不？怎么他们来催了？放心，他们约定的时间是今儿日落，棺材只剩棺材板上的雕花了，一会儿我就能做完。那里面贴着2口棺材，正是齐王预定的。不是，师傅，刚刚他们把您从外面捡回来那2口棺材拉走了。啥？就刚才他们来催货，我正好闹肚子，就让他们自己进来看货。等我从茅房出来，他们已经把那2口棺材装车上了。你怎么不拦下？我开始没反应过来，我就以为他们装走了您做那2口。我是刚刚准备进屋做饭，一下看到屋里还停2口呢，我才想起来您没做完。老者气得抬手朝着小伙计脑袋就是一巴掌。糊涂羔子，这么点事都做不好，你时隔歇1天，你就要出篓子。哎呦，师傅，这可咋办呢？哎，算了，错就错了。那2口棺材虽然是捡回来的，但也是极好的料，木料比我做的那个都好。论手艺，那棺材的手艺比我高了不少，棺材板上的浮雕我都雕不出来。师傅，那是棺材，不是别的呀。谁知道您捡回来那2口棺材以前装过什么玩意儿呢？那万一里面装什么不干净呢？能有什么不干净的？棺材不就是用来装死人的吗？别人用来装死人，他们也是用来装死人，有什么区别？那是别的死人躺过的呀。躺过怎么了？一个棺材2个魂儿，正好做个伴儿，买1送1，多好的买卖！师傅，这样也行？怎么不行啊？这也没什么影响，他们给的银子就那种棺材还不够买1口的呢。师傅，那您说那2口棺材里原来的尸体去哪儿了？小兔崽子，胡说什么呢？不是，是师傅您说的呀。那棺材都是用来装死人的，您捡回来那2口棺材，您捡的时候怎没把里面的死人一起捡回来呀？里头要是有死人，我还能捡回来吗？我是做棺材的，不是刨坟的。这不是您说的吗？我捡回来的时候，那棺材是空的，里面压根什么都没有，我才捡回来的。真是邪了门了，谁家把棺材丢在外面？莫得抬眼看他，怎么还不去煮饭？所以师傅，咱们卖出去那棺材真没事啊？哎，能有什么事？什么棺材不是棺材？放心到肚子里，快去煮饭。怎么会有人扔棺材呢？那2口棺材不论质地还是花样都是上了讲究的，为什么要扔棺材？究竟扔的是空棺材还是连尸体一起扔的？截至半下午，苏青与福星以及一众参赛队员已经抵达黑狐岭。云霞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赛快看，那边有活的松鼠上了树，去给公主抓一只。福星嗖的脚尖点地离开，又嗖的提着一只松鼠回来。公主，我有爷爷了。云霞
拜托，这个不是你爷爷，天地良心呐！福星念叨了整整1路了，任何话题他都可以顺理成章的接一句我有爷爷了。福星，我要喝水。好的，我有爷爷了。福星，烤兔子好了吗？好的，我有爷爷了。福星，黑虎岭到了。好的，我有爷爷了。拜托，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你有爷爷了。你有爷爷，我们非常开心，但是我们不想疯了，好吗？三人正嬉闹着，一行衣着华丽的人抵达了黑虎岭。靠，够有钱的！这么好的雪缎，在宫里太后也就一件一拳，他什么身份，居然穿着雪缎来参赛？应该是南梁的燕王。燕王在吩咐身边人什么，他身侧立着一个英姿飒爽的姑娘。大哥，他好像是来找你的，看样子有点不善啊。苏青就身子一横，躺在吊床上。不善是吗？哼，谁也不比谁能善到哪里去。江心月虽然不是他的祖母，可却是他爹的母亲，这个仇不能不报。福星暴毙斜靠在背后的老树上，眼睛微合，一侧丫丫百无聊赖的在草丛里抓虫子。那姑娘须臾走近，手里抱着一柄剑，立在云霞对面。你就是苏青？你是谁啊？南梁三皇子皇妃慕容雪。慕容世家，江湖上有名的派别，一套慕容剑与世无争。云霞听着背后苏青一点动静没有。哦，原来是你呀！听人说上次北燕文心公主来贵朝，比武台上被你几次羞辱，又听人说你带兵打仗很有手段，我想与你比比。眼皮一眨的功夫，剑已出鞘。云霞望着落在地上的剑鞘，依旧没有听到身后苏青或者福星的动静。你又不是文心公主的姐妹，怎么来报仇呢？只是仰慕你的才华，想要讨教一二。怎么九王妃不肯赏脸？明儿一早就开始正式比赛了，何必急在这时呢？怎么我亲自过来讨教一二，九王妃是当真不肯赏脸吗？云霞，这什么人啊？哦，你上门我就得赏脸呀？是的，不赏，你找别人打去吧。都说九王妃是英武不凡，性子爽快，怎么莫非是畏惧我慕容家的剑法？云霞笑眯眯地看着他，不说话。父皇说过，对于未知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绝对的把握，就要表现得比未知的事情更加未知。简而言之，就是多沉默，少说话。有时候，好的沉默比你说100句没用的话都管用。云霞沉默微笑，注视着慕容雪。这个九王妃莫不是个傻子吧？笑啥呢？你笑什么呢？云霞继续微笑，沉默不语。你到底和不和我比试？不。为什么？是瞧不上我慕容家的剑法吗？云霞继续微笑，沉默。有病吧？不和你比，要么就是畏惧你，要么就是鄙视你吗？拜托，我完全不认识你啊！云霞正微笑，丫丫忽然翅膀一扇，飞到吊床上，一双鸡眼看着福星。福星微合的眼睛睁开，看着丫丫。你要和他打？丫丫点头。越过丫丫，福星去看苏青。主子，打呗！他们的对话引起云霞对面慕容雪看过来，扫了苏青一眼。慕容雪朝云霞道：“他是什么人？九王妃啊！”慕容雪一脸震惊的看着苏青，再看看云霞。他是苏青？是的，他是苏青。你和我说什么话？是你先和我说话的，又不是我去找你说话的。你自己不问清楚，怪我了。我承认我是九王妃了吗？我要和你比武。抱着剑立在苏青面前，慕容山庄的大小姐慕容雪，人称黑面罗刹阎王手，手里一柄雷霆剑，亲得慕容峥嵘的真传，无人能敌。不错，正是我。慕容山庄上一代被南梁皇室血洗，没想到你这一代居然嫁给了皇室的皇子，你们慕容家族还真是有骨气啊！我家的家事就不劳九王妃操心了，我是来和你比武的。和我比武？好呀，先赢了我的鸡再说吧。丫丫咕咕叫了2声。苏青，你莫要欺人太甚！哼，谁欺负你了？别把自个儿说的跟小可怜似的。我求你过来了，还是我把你揍过来了？你自己走过来的。想比武可以，很简单，打赢了我的鸡再说。不想比武你随意，我们这里有烤好的野鸡，饿了吃哈，别客气，我大夏朝地大物博。说完，苏青手一耷拉下吊床，哼着小调：咱的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慕容雪铁青着脸杵在那儿，云霞一脸看好戏的走到慕容雪身边。我说打吗？要是打，我可以帮你招呼些观众过来看看，免得被一只鸡揍得起不来。你说我们作弊？慕容雪豁地转头，需要观众吗？找死！转头一脸凶光的看着丫丫，手里的剑就挥了起来。然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无论慕容雪如何行云流水的挥舞她的剑，丫丫始终站在她的剑上，完全掉不下来。
整个场景就是慕容雪自己在那儿比比划划，如何舞剑能让剑上的鸡不掉下来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哇，不愧是慕容家的剑法，就是好。是啊，能让一只鸡不落下来，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果然是慕容雪，好！鼓掌的声音不绝于耳。舞剑的慕容雪面如铁托，他只想刺死这只鸡。谁能告诉他，这鸡是粘在他剑上了吗？为什么不掉下来？然而不管他挥得有多快，丫丫就是纹丝不动，立在他的剑上，甚至他还能看到那双鸡眼就那么直着盯着他。真是随着鼓掌声和夸赞声越来越多，他连苏青的鸡都打不赢，如何与苏青打？不收剑，给人家当免费的杂技演员吗？慕容雪手中一柄剑越舞越快，不远处南梁燕王蹙眉看着这边。三王妃，燕王找您有事。剑收一瞬，丫丫翅膀一扇，稳稳落地，扬着鸡脑袋看着慕容雪。要是知道她堂堂慕容山庄的大小姐打不过一只鸡，不愧是高手啊，就是好看。慕容雪为什么来这里表演舞剑？我丫丫就是厉害，不愧是护国神鸡。等会儿我打几只野鸡犒劳犒劳你。主子，这个慕容雪什么意思啊？应该就是燕王让他来的。至于意思，知道他不安好意就是了。尖子兵大赛组委会的裁判们已经全部就位，工部尚书在这里搭建了临时的宴席大殿，6天的席位已经全部摆好，主位上坐着各国的领队使臣。大夏朝来的是刑部尚书，刑部尚书隔空朝苏青点了点头。再有半个时辰，太过分了！过分！义父，这还不够过分吗？居然让我跟一只鸡打！可你连一只鸡都没有打赢。义父，这是事实，你没有打赢那只鸡。那只鸡果然不同寻常，义父，那怕是一只妖鸡。最近有关大夏朝神鸡的事迹，他们屡有耳闻，居然有那么大的能耐。那只鸡是不是妖姬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你没有打探出苏青的功夫路子，明日你就不能顺利的除掉他。除掉苏青，却又不能真正的杀了他。废了苏青，江心月的后人就只剩下苏澈一个了。义父，那怎么办啊？要不然一会儿我再试探他一下。罢了，明日大赛开始再寻找机会吧。可听我的。苏他们来黑虎岭没有备口粮，他们晚宴的菜色就是几个参赛队员方才烤的野味，坐在底下席位上也就罢了。刑部尚书他们几个官员坐在上面的主位台上，别人面前盘子碟子里装着各色佳肴，他们面前直接多了一只烤野乳猪，格外巨大。别的国家使臣吃晚宴用的是筷子勺子，温文尔雅，他们格外霸气，人人手里一把匕首，匕首直接从烤乳猪上削一块肉下来，刀子直接进嘴里。大夏朝的几个使臣围着自己家的烤野猪坐在那儿，只觉得气场都强大了不少。南梁燕王看着刑部尚书，原计划大夏朝不是派了定国公来吗？怎么临时换人了？这个之前好像没有在大赛组委会上提过呀。之所以换作我来，是因为定国公死了。定国公病故了吗？怎么这么突然？不，他不是病故，是被斩首。何府被斩首？为什么？他们收了定国公之前的贿赂，答应定国公。这个是本国的内部事宜，就不方便和各位透露了。毕竟俗话说得好，家丑不可外扬嘛。八卦的力量驱动着人们互相打听，最终大家的目光落向苏青他们那桌。国门不幸，众人西秦的使臣，你们好奇个屁呀！接下来按照大赛流程，就是各国参赛队的队长上台抽签，决定明天的对抗赛分组。一般想要绊倒我的人，都是先绊倒了他们自己，无一例外。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苏青看了他一眼，转头继续上台。慕容雪跟着上台，然而就在慕容雪一脚踏上观礼台，另一只脚正要跟上时，忽然脚底一麻，双脚双腿猝不及防的不听使唤，向前一倾，重心不稳，砰的一下，整个人就从观礼台的台阶上栽了下去。他背后跟着上台的各国王妃吓了一大跳，纷纷向后退了一步，一脸警惕的看着慕容雪，满目茫然又戒备。怎么回事啊？天啊，他怎么栽倒了？而此时苏青已经在观礼台上指定位置站定，一脸人畜无害的惊讶看着慕容雪。哟，
他在做什么呀？刚刚表演了舞剑，现在又是表演什么呢？说着，苏青朝南梁燕王看过去，难道你们还准备了开场表演吗？狠狠看了苏青一眼，转头去看慕容雪，还不赶紧去扶王妃起来！身侧随从应声而去，一左一右将慕容雪从观礼台下的草堆里扶了起来。慕容雪的屁股一下全都麻着，完全动弹不了。原本随从打算上了观礼台就让他自个儿站在那儿，结果才一松手，人就软溜溜的瘫倒在地，吓得两个随从忙又将他捞起来，一左一右架着。燕王脸色铁青，这比赛还没开始就丢了这么个大人，怎么回事？慕容雪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这么丢人过。先是和一只鸡表演了杂技，再是众目睽睽栽到草丛里，现在头上还顶着几根草，又直接瘫在观礼台上。苏青不知道对我做了什么，我忽然双腿麻木，完全没有知觉。这话一落，满场哗然。慕容雪的功夫大家是有所耳闻的，苏青的恶名大家更是有所耳闻。燕王沉着脸看向刑部尚书，这件事大夏朝必须给我南梁一个交代。比赛还未开始，大夏朝就要用这样卑鄙的手段除掉对手吗？北燕一方的北燕三皇子跟着冷笑道：贵朝的九王妃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本性不改。当初文心在贵朝吃了哑巴亏，今儿怕是你们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刑部尚书朝苏青看去，王妃到底怎么回事？将自个儿的脚抬起来，我鞋上插了2根银针，银针上是淬了一点麻药。北燕三皇子顿时冷笑起来，果然是够卑鄙的。南梁燕王便黑着脸道：大夏朝的王妃就是用这样上不得台面的手段除掉对手吗？苏青一脸无辜的回视南梁燕王，我是孕妇，总要小心谨慎我肚子里的孩子，我总怕别人给我使绊子，暗地里绊我一跤啊什么的，就专门在鞋尖上插了2根银针，淬了点麻药。苏青的脚尖处果然有银针泛光，上面淬着药物。我这个银针插在脚尖处，又不是插在脚后跟儿，我在你前面，我脚尖朝前，我怎么可能扎到你呢？难道是你把脚伸到我的脚前面？这话一落，慕容雪原本看苏青的无数目光挪向了慕容雪，慕容雪怎么就踩到苏青脚尖上的银针了呢？除非一点，就像苏青说的，慕容雪的脚走到了苏青的脚前面，这是什么意思？完全就是慕容雪打算绊苏青一脚，结果不妨被苏青脚尖的银针扎到，他没有绊到苏青，反而自己被扎麻了。人群里有人控制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想把人家大夏朝的王妃绊倒，结果自个儿栽草坑里了慕容家果然名不虚传啊。南梁燕王一张脸青成铁坨本坨，慕容雪瘫在礼台上羞愤难耐难道说刚刚你是打算绊住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比赛还未开始，你们南梁为了除掉对手就这么迫不及待的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吗？还是说在南梁的战场上我平阳君太过骁勇无敌，你们就选择在这里用这样的方式泄愤？今天的事儿你们打算怎么解决？他打算绊倒我，还好我聪明提前插了针，要不然就是一尸两命。他是打算绊倒苏青，可是他的脚完全没有伸到苏青脚尖的位置呀，最多也就是苏青脚掌一半的位置，怎么可能踩到他脚尖处的银针呢？关键是他并没有真的绊倒苏青啊，他才是受害者。众目睽睽之下，直接就一头栽下去了。他是个王妃啊，不是什么寻常甲乙丙丁啊，王妃皇族不要脸的吗？现在别的王妃都站着，就他一个人双腿发麻的瘫在这儿，难道还要我们赔偿不成？贵朝王妃做出这么卑鄙无耻之事，你们该不会打算不做出任何赔偿吧？对了，贵朝的王妃为什么要绊倒我？难道刚刚她和我的鸡比赛没有打赢我的鸡，所以泄愤报仇吗？众人什么？刚刚慕容雪舞剑不是舞剑，是和鸡打架。慕容雪没打过鸡，大夏朝的神鸡他们都有所耳闻，会打架的鸡比人都可怕。苏青双目灼灼地看着南梁燕王，刑部尚书也双目灼灼地看着南梁燕王。您看，今儿的事你们打算怎么解决一下？我们九王妃啊比较爱财，你们可以用银票解决。北燕三皇子看着南梁燕王，当初他们和苏青过招，结果就是镇国公替他们赔偿了苏青一车的银票。慕容雪都能输给苏青的一只鸡，文心输给苏青算什么？这个数差不多。是我们三王妃鲁莽了，赔偿是应该的，5000两。九王妃你看可以吗？好吧，5000两就5000两，你是打算
算现在支付，还是打算什么时候给？要是现在支付的话，您就支付吧；要是打算稍后给，劳烦您写个欠条。怎么，九王妃莫非是怕本王会欠了你的，还是蓄意羞辱本王？羞辱谈不上，毕竟现在南梁战场你们节节败退呢。众人，今儿的瓜好大，比赛还未开始就这么激烈了，所以燕王你也别想多了，没人想要羞辱你，我只是单纯的想拿出我应得的。毕竟您不是大夏朝的，我信不过您，这难道不正常吗？我要是信得过你那才怪了，咱俩啥关系？我要信得过你。写吗？5000两，本王还是拿得出来的。来人，拿给大夏朝的九王妃。身后随从立刻从身上取出银子，拿给苏青。福星麻溜接了，主子，正好5000两，没少。没少？南梁燕王没气的直接吐血了。收好了，回去全部买了纸币，烧给我祖母，告诉他这是南梁燕王给的。此话一出，众人有点懵，什么意思？南梁燕王心头狠狠一跳，看着苏青的目光，你来咬我呀！好好一个尖子兵大赛开场，格外的热闹，就这样拉开了序幕。而此时御书房，京兆尹立在转前，朝皇上道：陛下，齐王已经和京都的一处宅院联络上了，他们打算今夜进京。齐王联络的那处宅院今日对外宣布，家里儿子溺亡，要为儿子和未过门的媳妇儿举办冥婚。看样子今儿齐王他们应该是要用棺椁的方式进京，就是不知道他们当中谁会进京了。还能有谁？当然是荣瑞和苏阳。为了儿子和未过门的媳妇儿举办冥婚，年龄上也就荣瑞与苏阳合适。你们守好城门，既要严格盘查，又要放他们进来，切记不能露出端倪。他们进城之后必定会与苏运联系，到时候给我盯紧了。皇上吩咐，京兆尹应诺，领命离开。城门口，京兆尹亲自守着，抬着棺椁的队伍渐渐靠近过来。京兆尹拧眉看他一眼，刚刚站定，抬着棺椁的队伍走近过来。大人啊，这棺中装的是小人的儿子和未过门的媳妇儿啊，他们昨夜在京郊外的河边溺亡了。这小人要带他们回家，给他们举办个冥婚，让他们在地底下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呀。声嘶力竭，肝肠寸断。节哀顺变。不过按照规定，我们还是要检查的。大人啊，孩子们都已经进了棺材，难道还要开棺啊？没办法，眼下逆贼流窜，为了百姓安居乐业，为了大夏朝的安定，必须得查。大人啊，这里面装的真的是我儿子呀，不是什么逆贼呀！京兆尹正要说话，忽然间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有人在棺材里拍棺材板，我的个天！有人要举办冥婚，原本还是个热闹，猛地听到这声音，吓得脸都绿了，霎时间逃到距离棺材100米开外。第一次见诈尸啊，到底怎么诈呀？什么情况？老者一脸惊恐地看着棺材，京兆尹也懵了。他只是例行检查，然后就放你们进去。你现在拍棺材板，我能假装聋听不见吗？带着20万分的不情愿，京兆尹走到棺材旁，转头朝老者道：怎么回事？我儿子明明已经死了呀！一副十分不希望儿子活过来的表情。他怎么又活了？难道是我儿子的魂儿迫不及待的想要成亲了，不想耽误了时间？京兆尹，我也很想信你，这样你们就能顺利的进去谋反了。可我是个正常人。无语的看了棺材一眼，眼下逆贼流窜，本官怀疑你这棺椁里有人。对不住了，老哥，来开棺。棺材盖几下就被推开，盖被打开的一瞬，被上了死人装的大皇子豁地从里面冒出来。棺材里忽然冒出个人，吓得推棺材板的侍卫手一哆嗦，棺材板就落在地上。四周远处围观的百姓齐齐倒吸一口冷气。我的天哪，真的炸死他！京兆尹一言不发，看见面前妆容惨不忍睹的大皇子，大皇子大口的喘着气。娘的，哪个缺德的把棺材里的气孔都堵了？他差点真成尸体了。老者满目复杂的看着自己的儿子。老大爷，你这儿子没死啊？儿啊，你活了就好啊！大皇子，别碰我，我脸上的死人妆都要掉了。警惕地看了京兆尹一眼，大皇子立刻坐回了棺材，
别过头去，别被人认出来才好。京兆尹大松了口气，还好坐回去了，要不然这站久了，就算我不揭穿你，眼光毒辣的朝阳大妈大爷也有可能认出你来。要真认出来，不就什么计划都泡汤了？转头朝老者道：“恭喜啊，丧事变喜事啊！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快回去吧，家里人还担心呢。”